这是一套人人嫌弃的老式礼盒，可我却将其视若珍宝，只因这玩意儿附带的属性刚好与这个名为春节的副本完美契合。有了它，我将无伤刷爆这个让全世界折戟沉沙的地狱级怪谈。此时的龙国直播间弹幕已经骂疯了，这小子是不是傻子？别人拿菜刀防身，他拿一箱落满灰尘的老式礼盒，甚至连国家最高指挥中心都发来了血红色的绝密警告，立刻扔掉那箱破烂，买刀，避开红色的东西。看着视网膜上疯狂闪烁的提示，我冷笑一声，直接挥手驱散。他们懂个屁！这是一个被怪谈游戏入侵的平行世界，因为一场文明大遗忘，龙国人出现了严重的文化断层，没人知道什么是春节，什么是中秋，连输84，濒临毁灭。如今更是抽中了4星地狱级副本，各国精英都在用最顶级的兵器和自以为是的西方礼仪来揣测这个古老的节日。只有带着几千年文化记忆的我才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绝对禁区，这叫过年。就在国民哀鸿遍野之际，那道令人灵魂战栗的声音再次响彻全球，新的挑战开启。副本名称：春节，难度4星地狱级。一张巨大的图片出现在天幕之中，那是一座挂满了红灯笼的老旧四合院，大门上贴着鲜红的纸条，门神怒目圆睁。在不知情的现代人眼中，那刺眼的红色仿佛代表着极度的危险，那是比之前所有副本都要阴森压抑的画面。而我这个刚刚穿越到这个平行世界不到10分钟的普通青年，竟意外成为了龙国第9次被选中的天选者。没有豪华的背景，没有顶级的战斗素养，我身上只有一件洗得发白的廉价卫衣。在此刻的全球直播中，我看起来就像是一只误入狼群的绵羊，绝望的情绪瞬间在人群中蔓延。指挥中心的最高长官已经脸色煞白的开始下达紧急避险指令，所有人都认为派我这样一个无业游民去地狱级副本，纯粹就是倒计时。天旋地转之间，我被传送到了古老村落的入口，刺骨的寒风夹杂着雪花拍打在脸上，前方是笼罩在灰雾中的村子，村道两旁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位，摊主们一个个低垂着头，脸色呈现出不自然的青白色。规则提示音在耳边响起，当前场景是年货大集，作为离家1年的游子，回家必须带上3样礼物以表孝心，礼物的选择将直接决定长辈的好感度，好感度过低将被规则直接抹除。限时10分钟，全球直播的画面1分为多，各国的精英选手开始在集市上疯狂寻找破局之法。沙碧国的天选者是一名顶级雇佣兵，他身材魁梧，眼神锐利，毫不犹豫地拿起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刃。在他看来，在充满未知危险的地方，武器就是真理。紧接着，他又看中了一个白色的花环，花环中间写着一个大大的“电”字，在西方的认知里，白色象征着纯洁。为了搭配，他甚至还挑选了一双白色的布鞋。考拉国的选手是一位西装革履的商务精英，他深信守时是人类最大的美德，于是精心挑选了一座做工考究的复古座钟。为了展现体贴，他又拿了一把黑色的雨伞，以防长辈出门被雪淋湿。最后选了一袋金黄色的梨子。泡菜国的顶流男星则是一脸嫌弃，他在角落里找到了一个白色的陶瓷罐子，坚称那是他们大国传承的正宗泡菜坛，顺手还拿了一把锋利的剪刀。看着别国选手自信满满的完成了选择，龙国的观众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因为我不仅什么都没选，甚至还站在一个卖苹果的摊位前发呆，弹幕里全是绝望的谩骂与不解。这是人类抵抗怪谈史上最荒谬的一幕。樱花国选了太刀，漂亮国拿了手雷，而我却选择了一盒大红包装的金八剑。所有观众都认为我是真疯了，因为在这个是红色为诅咒的平行世界，我的举动无异于在诡异的雷区里跳踢踏舞。此时我的眼前更是弹出了国家指挥中心动用极其珍贵的权限发来的提示，专家组焦急地建议我必须选利器防身。第2，选贵重物品进行交易。第3，避开红色的危险物品。我看着视网膜上的提示，无奈地摇了摇头，直接挥手将提示驱散。这群专家完全是用对付怪物的思路往春节上套，送钟、送伞、送梨、送白花环、送白瓷骨灰罐，这哪里是送礼，这简直就是在长辈的雷区上疯狂蹦迪。我没有理会任何人的质疑，径直走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从面容枯槁的摊主那里拿起了一箱印着老头老太太头像的蓝色礼盒。在现代人看来，这可能只是落满灰尘的破烂，但在这场名为春节的局里，这是无敌的硬通货。送礼送健康，这是刻在骨子里的生存法则。接着我挑选了6个又大又红的苹果，最后买了一盒用大红纸包裹的传统糕点金八件，一箱老式礼盒，一袋红苹果，一盒红点心。没有任何武器，没有任何昂贵的奢华品，全是土气十足的年货。选完这3样，我卡着最后1分钟的时间，步伐从容地走向了那扇充满压迫感的村口大门。龙国的直播间彻底崩溃了，所有人都认定我已经放弃了挣扎，准备接受命运的审判。大门前，沙碧国的雇佣兵第一个敲响了房门，木门缓缓打开，一个穿着藏蓝色棉袄的老太太出现在阴影中。老太太询问孙儿带了什么礼物，雇佣兵自信地递上了白色花环和白鞋。下一秒，老太太的动作停滞了，四周的温度骤降至绝对冰点。大过年的，送白是用的东西。老太太的身影瞬间扭曲膨胀，化作一团极度危险的阴影。雇佣兵连退后的机会都没有，挥舞的利刃砍在阴影上，犹如泥牛入海。转瞬之间，他整个人就被那团不可名状的阴影彻底吞噬，连一片衣角都没有留下。沙碧国挑战失败的宣告声随之响起，国民的骨骼强度永久性削弱，哀嚎声在世界另一端冲天而起。紧接着是考拉国的精英男，他面带微笑地递上了座钟。
中，雨伞和梨子，宋中散离，一套连招直接将老太太的怒火值拉到了极限。老太太的声音变得尖锐刺耳，规则的力量无情降临。那位精英男的身体就像是失去信号的电视画面，在一阵剧烈的扭曲中，瞬间崩解成无数的碎片，彻底消散在寒风之中。袋鼠在一夜之间占领了他们的城市。泡菜国的顶流男星更是惨烈。当他拿出那个自以为是泡菜坛的骨灰盒，并递上剪刀时，老太太彻底暴走，无形的威压犹如巨锤落下。那位不可一世的顶流，身体不受控制的被一股巨力强行压缩，伴随着令人牙酸的沉闷声响，他整个人化作一团光影，被生生封印进了那个白色的瓷罐之中。盖子重重合上，代表泡菜国的直播间瞬间陷入死寂，随之而来的是全国上下的绝望痛苦。连损3元大降，所有看笑话的外国观众纷纷涌入龙国的直播间，准备亲眼目睹我的消亡。然而，当画面切到我这里时，所有人都愣住了。秒杀，全都是一招秒杀。看着地上散落的白花环和破作中，我知道那帮自作聪明的老外已经死透了。事实证明，在春节副本里玩西方礼物，下场就是被彻底抹杀。随着连续3声刺耳的挑战失败通报响彻全球，龙国14亿人的心彻底提到了嗓子眼，因为接下来就轮到我这个手无寸铁、只拿着2盒红点心的无业游民去面对那个嗜血狂魔了。我正站在那扇褪色的木门前，脸上挂着久别重逢的喜悦笑容，没有拔出武器试探，也没有畏首畏尾。我重重地扣响了门环，中气十足地吼了一嗓子：“奶奶，孙儿回来给您拜年了。”木门吱呀一声拉开，那张刚刚接连吞噬了3名顶尖选手的灰白面庞再次出现。还没等规则体有所动作，我直接把老式礼盒堆到了他怀里。今年过节不收礼啊，收礼只收老式礼盒。我不仅送，我还当着他的面大声唱出了这句魔性台词。奇迹发生了，原本周身散发着危险气息的老太太，看着包装盒上喜庆的图案，僵硬的嘴角竟然缓缓咧开了一个极其慈祥的弧度。这不仅仅是礼物，这是希望她长命百岁的美好祝愿。我趁热打铁，将苹果和点心一并递上。奶奶，这是平安果，祝咱家平平安安。这是金八件，祝您老红红火火，健康平安甜蜜。3连击精准无误地踩在了规则的核心逻辑上。好，奶奶的好孙子，真懂事。快进屋吧。老太太甚至伸出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温和的仿佛真的是一位普通的邻家老翁。全球几十亿观众全看傻了，专家们眼珠子差点瞪出来，弹幕停滞了足足5秒，随后爆发出海啸般的狂欢。我毫无阻碍地跨进了阴暗的堂屋，但考验远未结束。正中间的桌上坐着一个穿着黑色中山装的老头，他手里拿着一杆长长的烟枪，吐出青绿色的浓雾，那双毫无生气的眼睛死死盯住了我。这是负责第2道关卡的爷爷，他缓缓开口，声音如同砂纸摩擦着桌面：“孙子啊，在外面过得怎么样？”有了之前丑国选手的教训，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吹嘘的问题。丑国选手因为吹嘘自己是大教授，却只带了廉价礼物，导致好感度暴跌，正被困在边缘苦苦支撑。我自然地坐在了爷爷身边的长凳上，熟练地拿过旁边的旧茶壶，给他续了一杯热水。爷爷，在外面混哪有那么容易啊？我叹了口气，语气中带着游子漂泊的落寞。实不相瞒，孙儿这1年赚的不多，也就勉强糊口。但我虽然不富裕，心里却一直记着您和奶奶。这老式礼盒是我攒了3个月前买的，就盼着您2老身体硬朗。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家人齐。这年就比什么都值钱，真诚永远是最大的必杀技。空气安静了几分，爷爷那浑浊的眼珠盯着我看了几秒，烟枪在桌上轻轻磕了磕。是个实诚孩子，知道顾家，比啥都强。好感度再次上升。紧接着，爷爷从贴身的怀里摸出了一个旧红纸包，红纸上透着斑驳的暗色痕迹，散发着无法言喻的压迫感。既然回来了，还没成家吧？拿着吧，这是爷爷给你的压岁钱。这一幕让外界的专家再次陷入疯狂的恐慌。在所有的记录中，接受未知存在给予的货币，就等于签订了必死的契约。弹幕里满是让我拒绝的祈求声，但我没有丝毫迟疑。我立刻站起身，整了整衣角，双手并拢，掌心向上，恭恭敬敬地接过了那个红包。谢谢爷爷，祝爷爷福如东海，身体硬朗。接过之后，我并没有当面拆开茶叶，而是极其自然地揣进了贴身的口袋里，甚至还轻轻拍了拍，以示珍重。这是接受长辈赐福的传统礼，而非贪婪的等价交换。爷爷看着我的举动，僵硬的嘴角终于勾起了一丝弧度，是个懂规矩的好孩子，好感度彻底稳固。我成功获得了关键角色的初步认可，副本进度大幅度领先全球。当我回到属于我的东厢房，插上门栓后，我终于打开了那个红包，里面是3张黑底红纹的纸币，印着繁体的100元，300未知世界的流通货币。若是带回现实世界，这足以兑换成一笔天价的财富。就在我将货币贴身收好时，脑海深处突然响起了一道清脆的机械音，检测到宿主成功达成特定民俗礼仪节点，民俗神话系统激活成功。作为穿越者的金手指终于在此刻降临。凭借着爷爷奶奶的认可，我获得了2次抽奖机会，没有任何犹豫，我立刻开启了转盘，金光闪烁，刺目的光芒照亮了意识空间。恭喜宿主获得顶级传承五雷阵法，附赠10年精纯修为。一股狂暴而又温暖的气流瞬间冲刷过我的4肢百骸。在这个充满未知阴影的世界里，至阳至刚的雷法就是绝对的统治力。只要我心念一动，掌心便能凝聚出驱散一切的雷光。紧接着的第2次抽取，我获得了一张闪耀着紫光的卡牌，门神卡，秦琼与尉迟恭的虚影投影，可召唤神话中镇守门户的无上之力，绝对防御一切外敌入侵，一攻一防。我握紧了双拳，原本只能靠着常识在夹缝中求生的我，此刻终于拥有了掀翻棋盘的底气。就在我整理好力量的瞬间，门外
外，突然传来了奶奶悠悠的声音：“孙儿啊，没睡正好，家里做团圆饭的材料不够了，还得麻烦你再去一趟大集。”我推开门，老太太递给我2张皱巴巴的100元纸币，也不缺啥大件，就是少了3样做压轴的。第一样得要水里游的富贵，红彤彤的；第2样得要长了翅膀的凤凰，全虚全翼的；第3样得来点土里长的金元宝，软软糯糯的。天黑之前回来，要是买不回来，那今晚这顿团圆饭恐怕就得要孙儿你来凑个数了。我低头看着手中的钱币，感受着掌心那隐隐跳动的雷霆之力，嘴角勾起一抹笑意。直播间内，观众疯狂猜测奶奶的要求。完了，这老太太出的什么谜语啊？水里游的富贵，长翅膀的凤凰，土里的金凤凰，土里的金元宝，这是要买什么？鱼、鸡、土豆？这要是买错了，直接就成菜了，而且只有200块钱，购买力咱们也不知道，万一不够咋办？楼上的别慌，林远刚刚不是从爷爷那拿了300压岁钱吗？他现在可是款爷，有500巨款。指挥中心内，秦松也在绞尽脑汁的思考，水里游的红富贵应该是鱼，而且要是红色的鱼，难不成是鲤鱼？可是鲤鱼谐音离会不会不对啊？毕竟刚才带离的天选者已经嘎了，长翅膀的凤凰指的是鸡，至于土里的金元宝，秦松眉头紧锁，土豆、红薯还是？一旁的陈建国皱眉帮忙，会不会是芋头，或者是某些特定形状的根茎类？秦松摇头，不管是什么，这次的任务难度在于挑选寓意合适的菜品，希望林远这次还能创造奇迹吧。我走出院门时，天色已经发暗，我闲庭信步地走在泥泞的村道上，直播间里不少人还在争论不休。鲤鱼谐音梨子也是梨，既然梨子不能送，那鲤鱼肯定也不能买啊。对啊，这肯定是陷阱，我觉得应该买甲鱼，寓意长寿富贵。楼上的甲鱼是用来骂人的吧？大过年的给奶奶吃王八。就是啊，买甲鱼肯定不对。而我心中其实早就有了答案。春节禁忌虽然多，但最讲究的就是一个是梨子，那是分离，但鲤鱼可是鲤鱼跃龙门，那是高升，而且鱼通鱼年年有余，这是春节餐桌上绝对的 C 位，没有鱼那还叫什么团圆饭？至于另外2样，我更是门清，长翅膀的凤凰指的是鸡，而且必须是带头带尾的大公鸡，寓意有头有尾，大吉大利。要是买了切好的鸡块，那就是破坏规矩，是大忌。土里的金元宝，这在不同地方有不同说法，有的指红薯，有的指土豆，但在这种民俗副本里，多半指的是芋头。芋头切开，内瓤白皙如玉，蒸熟了软糯香甜，有些品种更是金黄色的，寓意芋头好兆头，又像是一定金元宝。红鲤鱼、大公鸡、金芋头，这老太太嘴上说不挑，实际上吃的比谁都讲究。我摸了摸兜里的500巨款，在这个购买力未知的鬼市，这就是底气。我一边朝大集走，一边观察村道两旁，家家户户挂起了透着幽绿烛火的灯笼。透过半掩的窗户，我能看到左手边的李寡妇家，几个诡异的孩童正蹲在院子里玩着球；右手边的王屠户家，院里挂满了一条条红色的肉条。我立马移开视线，却正好看到前方一个满身横肉的壮汉，正一边哼戏，一边磨着一把杀猪刀。看什么看？屠户转过头，恶狠狠地瞪了过来。若是以前我肯定腿软，但现在底牌在手，我笑眯眯地拱了拱手，叔忙着呢。过年好啊！屠户明显愣了一下，在这个村子里还没人敢跟他这么打招呼。他眼中的凶光收敛了些，你小子是要去大集？是啊，叔有什么指教吗？指教算不上，不过你去之后最好看看大集告示上贴的东西。好嘞，多谢叔。我加快脚步，刚才那句招呼，实则是我在试探他们对正常社交的反应。果然，和气生财，过年好是刻在规则底层的逻辑，只要主动融入，年味儿杀意就会降低。呵呵，这就是所谓的人情世故啊！我心中暗笑，前方灰雾浓重，破旧牌坊若隐若现，集市中摊位暴增，卖的全是诡异年货，有黑色长发做的发财，还有白花花蠕动着的长寿面。来一来，看一看啊！新鲜出炉的九转大肠，炸至金黄，隔壁小孩都馋哭了。我强忍不适，面不改色的在一个偏僻角落找到了告示牌：鬼市年货大集，购物守则，欢迎光临鬼市大集。为了保证您的购物体验，请务必遵守以下规则：本集是谢绝白嫖，所有商品必须明码标价，概不赊欠。2. 在购买活禽、活鱼等食材时，无论他们如何哀求、哭诉或叫喊，请无视他们。3. 不要询问摊主肉是从哪里来的，也不要打听前任主人的下落，好奇心不仅会害死猫，也会害死你。4. 一旦拿起商品并问价，即视为有购买意向，若问价后不买，摊主有权索取精神损失费。看完这4条规则，我默默记下，尤其是第2条和第4条，心软或是随便问价都会被反噬，有点意思。我大步走入熙熙攘攘的人流，首先来到了水产区，我要红色的。与此同时，猴子国直播间，天选者阮文雄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大集入口，他根本没看角落里的告示牌，切，什么鬼事？不就是买东西吗？只要有钱，就没有买不到的东西。他捏着仅有的200鬼币，被肉香吸引到一个摊位前，摊主是个2米高的猪头怪。老板，阮文雄大大咧咧地指着一块肉问：这块肉多少钱？猪头屠夫死死盯着他，这可是上好的里脊肉，只要200块。阮文雄顿时瞪大眼睛，200？你怎么不去抢？老子全身加起来才200块，太贵了，不买了，我去别家看看。他刚转身，原本喧闹的集市突然死寂，所有摊主齐刷刷看向他，满眼贪婪。怎么嫌贵？猪头屠夫提着剁骨刀挡住去路，问了价，就是想要
了又不给钱，你是想戏弄我吗？既然这样，那就把你自己留下来抵债吧。寒光闪过，阮文雄这样，那就把你自己留下来抵债吧。寒光闪过，阮文雄连惨叫都没发出，便被一刀毙命。嘿嘿，这下有新鲜货了。猪头屠夫熟练地将他拖上案板，咚，眨眼间，天选者就变成了明码标价的货物。猴子国天选者阮文雄确认出局，死亡原因违反集市规则第4条。猴子国惩罚：全国香蕉产量减半，国民体毛增加10厘米。降临中，猴子国直播间瞬间变成了黑白色啊！为什么？为什么问个价就要死啊？这什么破规则？买卖不成仁义，再不懂吗？完了，我他妈浑身开始长毛了！呜，身边人都变成长毛怪了，怎么办？大量涌入的龙国观众看着这一幕，倒吸一口凉气。卧槽，好险！多亏了林远看了那个告示牌啊！是啊，要不是那个屠户提醒，林远刚才要是也没看规则，直接问价。细思极恐，这规则怪谈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要命的。林远牛逼，这就是情报的重要性啊！刚才谁说林远跟屠户打招呼是浪费时间的？出来挨打！各国指挥中心内，看着猴子国天选者的惨状，一阵后怕。快记录下来，问价必买，这是一条铁律。各国毫不犹豫地使用了最后一次提示机会。警告：进入集市前，务必寻找并阅读角落里的规则告示，绝对不要随意问价。接到提示后，各国天选者吓出一身冷汗，纷纷像没头苍蝇般寻找告示牌，唯独我此刻正双手插兜，一脸淡定地站在鱼鳞脸摊主面前。我站在水产摊前，眼神挑剔，红色的鱼鳞摊主那双浑浊的眼球转了转，上下打量我一番。嘿嘿，既然小哥是个识货人，那我就给你看点压箱底的好货。摊主弯腰从大水缸底捞出一个黑布罩着的网兜，哗啦，黑布掀开，一道红光映在我脸上，那是一条红鲤鱼，通体红鳞，鱼须如扭动的红蛇，它在网兜里疯狂挣扎，竟发出类似龙吟的低沉声响。这是血龙鲤。鱼鳞摊主一脸得意，唾沫星子乱飞，这可是从冥河深处钓上来的，吃一口延年益寿，喝一口汤鬼力无边。最关键的是，这玩意儿红啊，那是大红大紫，买回去过年那是顶级的牌面。怎么样，小哥，这成色你满意不？我看着这条凶悍的红鱼，满意地点点头，这鱼摆上桌绝对有面子。行，这鱼我看上了，我也不废话，直接问道多少钱？直播间里的龙国观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问价了，问价了，按照规则，问了就必须买啊！这鱼看着就不是凡品，肯定死贵死贵的。林远虽然有500鬼币，但不一定够啊。听到我问价，鱼鳞摊主笑容更甚，张开布满鳞片的手掌，嘿嘿，小哥爽快，这血龙里可是稀罕物。我张开布满鳞片的手掌，嘿嘿，小哥爽快，这血龙里可是稀罕物，我也不多要，5000鬼币。这数字一出，我眉头微挑，直播间炸开了锅。卧槽，5000，你怎么不去抢银行？林远全身加起来才500啊，这差了10倍。这摊主明显是看林远面生，故意宰客啊！5000块，这得把林远整个人都剁碎了才够吧？秦松在指挥中心急得团团转，这下麻烦了，这是死局啊！问了价必须买，但钱不够就要命。这，听到报价，我并未惊慌失措，反而平静地看着他。5000，我冷笑一声，老板，你这就有点不厚道了吧？这虽然是血龙鲤，但这尾巴尖有点秃，鳞片也掉了2块，显然是残次品。就这成色，你也敢要5000？鱼鳞摊主笑容收敛，阴冷潮湿的气息周身弥漫。小哥，摊主的声音阴恻恻的，价是你问的，我说了5000，就是5000，怎么？难道你买不起？他缓缓拿起旁边一把锋利的鲨鱼刀，贪婪的在我腿臂上扫视。告示上可是写的清清楚楚，问了价不买，或者钱不够，那我只能取点精神损失费了。赤裸裸的威胁。眼看他就要动手，我却忽然笑了，不退反进，直视着他。谁说我买不起了？我当然买得起。我掏出1打鬼币，在手里拍了拍，钱我有，但我就是觉得你不值这个价。规则上说不能赊欠，不能白嫖，但规则上哪一条写了不能砍价？此言一出，全场寂静。在鬼市大忌跟怪谈砍价，砍价！鱼鳞摊主鱼脸猛地凑近，小子，你是不是没搞清楚状况？这里是老子的摊位，老子说5000，少一个字儿都不行。你想砍价？你想拿什么砍？拿你的命吗？轰！摊主身上的黑气彻底爆发，完了，这下彻底激怒诡异了。林远糊涂啊，这时候还讲什么道理？人家是诡异，还是在地盘上，你跟他讲价，这不是找死吗？处于风暴中心的我，笑容却越发灿烂。拿命砍！不，我缓缓抬起右手，五指微曲。我觉得你这鱼就值50块，老板，你觉得呢？我觉得你码了个。鱼鳞摊主刚要破口大骂，挥刀砍人，下一秒，滋啦，一道刺目的蓝白电弧骤然在我掌心炸响，煌煌之威瞬间降临。这是专克世间阴邪的雷霆，滋滋滋，我掌中耀眼的雷球疯狂跳动，电蛇四射。你刚才问我拿什么砍？我上前一步，手握雷霆，声音冷冽，我就拿这个砍，50块，你卖还是不卖？时间仿佛静止了，气势汹汹的鱼鳞摊主感受到毁灭气息，鱼脸瞬间吓得透明。他本就属阴，加上水能导电，这发掌心雷轰下来，方圆10米的怪物都得魂飞魄散。这是雷法，鲨鱼刀，哐当，经雷轰下来，方圆10米的怪物都得魂飞魄散。这是雷法，鲨鱼刀，哐当，落地。他浑身抖如筛糠，周围的手臂也像见猫的老鼠，尖叫着钻回下水道。即使规则限制天选者不能赖账，可从没说过人类不能奏怪谈啊！怎么不说话？我手中的雷光又暴涨几分，噼啪作响。看来老板是嫌50块太高了。别过来！鱼鳞摊主吓得扑通跪地，双手抱头，我卖，别说50，这鱼送您都行，只求您别动手。开什么玩笑？这雷法只要挨蹭一下，那就是魂飞魄散。送！我皱了皱眉，收敛雷光，
那不行，我是讲规矩的人，说了不能白嫖就不能白嫖。我掏出50的鬼币，拍在案板上，这50块你收好，这鱼我拿走了。说完，我一把抓起那条懵逼的红鲤鱼塞进网洞，他似乎也感受到恐怖气息，此刻温顺的连个泡都不敢吐。多谢。鱼鳞摊主颤巍巍的拿起50块钱，陪着笑脸，心里却在滴血。5000的货50就卖了。我提着鱼转身离去，临走前回头冲周围看傻眼的摊主们灿烂一笑。各位老板，做生意要实诚，漫天要价是不对的，知道吗？众摊主看着我手中滋滋作响的鱼店，齐刷刷点头如捣蒜。龙国直播间死一般寂静了3秒后，弹幕如核弹般引爆。卧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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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法，我没看错吧？那特么是掌心雷。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看直播，这是怪谈求生，这分明是满级大佬屠杀新手村啊！笑死我了。物理砍价，我就问你这价格能不能砍？不能砍我就砍你。我是学物理的，我解释不了那团雷球的原理，但我大受震撼。摊主，我当时害怕极了，这年轻人不讲武德，50块买血龙里，这波血赚100倍。而其他正在偷窥龙国直播间的樱花国也震惊了。八嘎，这不可能！这种程度的雷法，至刚至阳，没有任何扶持辅助，直接虚空生雷，这至少是天师级别的手段。就算是我们的安倍晴明在世，也不过如此啊！作弊，这绝对是作弊！怪谈世界怎么允许人类拥有这种力量？此时，丑国指挥部也是一脸懵逼，这龙国人使用的是什么高科技武器？微型电磁脉冲手雷。分析师擦着冷汗，颤抖道：“长官，没有任何科技装备的波动，那是从他体内爆发出来的能量。如果非要用科学解释，这叫人体放电现象。但这电压足以瞬间烧毁一辆坦克。这个灵远是超人，泡菜国观众就更受不了了。阿西巴，为什么龙国人手里会有电？我不服，我们的欧巴朴医生死的那么惨，被塞进盘子里做成了泡菜，凭什么龙国这个灵远能把诡异当孙子训？西巴，这雷电肯定是特效，是龙国特效，是龙国黑了全球直播系统的后台。楼上的别自欺欺人了，连那贪婪的诡异都被下跪了，怎么可能是特效？呜，我不管，这种强者肯定是我们泡菜国的遗珠。灵远欧巴，快回祖国的怀抱吧，思密达。对，灵远肯定是被龙国拐卖的，强烈要求国际法庭介入，把灵远判给我们泡菜国。对此，龙国网友毫不留情的反击，把泡菜国骂得体无完肤。龙国怪谈指挥中心，雷法五雷阵法。顾问秦松瞪大眼睛，天佑龙国，天佑龙国啊！总指挥陈建国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他原本以为我只是个懂点皮毛的幸运儿，没想到竟然是一条深藏不露的潜龙，给我重新查灵远的档案。这种高人怎么可能只是个无业游民？难道他是隐世宗门的传人，还是那个断层时代遗留下来的守护者？不管身份如何，此刻指挥中心所有人的眼中，绝望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狂热与希望。快通知宣传部，把刚才那段掌心雷砍价的视频剪辑出来，全网推送。这一刻，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次的怪谈副本，龙国真的要起飞了。搞定了第一样物品，我哼着小曲，心情大好。有了雷法就是方便。看了看手里提着的血龙里，这玩意儿被雷气一击，现在老实得很。接下来该去找长翅膀的凤凰了。我目光扫视四周，很快锁定了目标。前方传来阵阵高亢的鸡鸣声，声音穿透力极强，竟能驱散几分阴气。我走近一看，是个卖活禽的摊位，笼子里关着一只体型硕大的大公鸡，神俊异常，羽毛斑斓，机关如火，眼神桀骜，居然敢隔着笼子啄过网的游魂。好鸡！我眼睛一亮，这像是怒禽鸡啊，专吃毒虫，用来做年夜饭的凤凰简直绝配。摊主是个长着尖嘴猴腮，背后有2片黑羽毛的鸟人怪物。看到我过来，鸟人摊主眼珠一转，刚才水产区那边的雷声他听到了，本能觉得我不好惹，但怪物的贪婪本性发作。哟，这位爷，看鸡呢？他语气客气，眼底的金光却没少。这可是正宗的怒禽鸡。我点点头，指着最精神的一只，这只怎么卖？鸟人摊主犹豫了一下，他想报高价，怕雷声是真的，报低了又不甘心，眼珠一转，想出个阴招。嘿嘿，这位爷，这只鸡可是我的鸡王，我不卖钱。鸟人摊主阴笑道，我这有个规矩，这笼子没锁，只要您能徒手把它捉出来，不被它灼伤，这鸡我就白送您。但如果您要是被灼伤了，嘿嘿，那就得留下这只手给我当饲料，怎么样？敢玩吗？这怒禽鸡性烈如火，会如钢铁。这怒禽鸡性烈如火，会如钢铁。普通人伸手进去，瞬间就会废掉。他在赌我不敢伸手，或者伸手就被废，这样我就施展不了雷法了。然而我听完却笑了，白送，还有这好事？行，那我就试试。说着，我直接撸起了袖子。鸟人摊主心中大喜，迫不及待想看我惨状。只见我将手伸向笼口，那只怒禽鸡王果然凶猛，见生人伸手，脖子羽毛瞬间炸起，如闪电般啄向我的手掌，啄死他，啄死他！鸟人摊主在心里疯狂呐喊。可是下一秒，啪一声脆响，我手速惊人，在怒禽鸡啄下的瞬间，反手就是一个大巴掌。这一巴掌裹挟着雷霆之力，直接扇在了怒禽鸡脑袋上，咯咯哒！不可一世的鸡王直接被扇懵了，脑袋歪向一边，眼睛里都在转圈圈。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我的大手已如铁钳般扼住他的脖子，像第6小鸡仔一样拽出了笼子。这鸡不错，挺有精神的。我晃了晃手里完全挣脱不开的怒禽鸡，转头看向呆若木鸡的鸟人摊主，微笑道：“老板，谢了，下次还有这种白送的好事，记得叫我。”说完，我提着鸡拎着鱼扬长而去，只留下风中凌乱的鸟人摊主看着空笼子欲哭无泪。这特么是人！龙国直播间内一片欢乐的海洋，那只不可一世的鸡王现在乖得像孙子一样，被我像拎白菜一样拎着。鸟人摊主的脸绿得跟吃了苍蝇似的，哈哈哈，笑死爹了！这一巴掌都打懵了。
了，摊主，我特么让你伸手，没让你动手啊！林远，不是你说的吗？能拿出来就白送，我又没说怎么拿。看着我大摇大摆离开，龙国观众只觉积攒的恶气终于狠狠出了一口，就像看满级大佬回新手村虐菜一样爽快。阿三国直播间，包着红头巾的阿三国天选者桑甲一正自信站在水产区的大缸前，缸里水浑浊发黄，漂浮着不明絮状物。桑甲一看到这缸水，却眼睛猛亮，深吸一口，满脸陶醉。这熟悉的味道，这醇厚的口感预感，简直和我们神圣的恒河水一模一样，太地道了。在全世界惊恐的注视下，他竟直接举起一捧浑水仰头干了下去，咕咚咕咚，喝完他还意犹未尽的抹嘴打嗝，哈，舒服。我有预感，这肯定能增加我对诡异的抗性。这一幕直接把各国观众看吐了。这阿三是铁胃吗？那里面泡着怪物啊，大哥，你居然喝下去了，这就是种族天赋吗？恐怖如斯，连长着鲶鱼脑袋的怪物摊主都看愣了。头回见有人喝他的洗鱼水这么香的，嗨嗨，那个桑甲一觉得自己状态神勇，指着缸里长满红斑的怪鱼说道：“老板，就要这条红色的。”看着喜庆，鲶鱼摊主回过神，老板就要这条红色的。看着喜庆，鲶鱼摊主回过神，死鱼眼转了转，这条500鬼币，多少？桑甲一瞪大眼睛，晃了晃手里的200块钱，怎么这么贵？我只有200块啊！鲶鱼摊主冷笑一声，鲨鱼刀在案板上剁得震天响，概不赊账，没钱就留下身上的一块肉。桑甲一慌了，突然灵机一动，老板，虽然我钱不够，但我才艺多啊，在我们阿三国，凡是没有什么是一只舞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2只。桑甲一自信摆出极其妖娆的起手式，我给您跳一段我们最火的欺负舞，用来抵那300块钱，怎么样？鲶鱼摊主愣了一下，还没等他拒绝，桑甲一开始了表演，他扭动腰肢，疯狂转动脖子，画面简直是精神污染。桑甲一越跳越嗨，还想去拉鲶鱼摊主的手，够了！鲶鱼摊主忍无可忍，2只鱼眼球都要爆出来了，显然受到极大创伤，太丑了，太难看了，我的眼睛要瞎了！你这是在侮辱我的审美，还是在挑衅我的底线？摊主怒吼一声，大嘴猛地张开，既然你跳得这么开心，那就去我肚子里跳吧！啊，等等，老板，这是艺术啊！吧唧一声闷响，桑甲一整个人被一口吞了下去，世界清静了。阿三国天选者桑甲一确认死亡，阿三国惩罚降临，全国生物异变概率暴涨10倍。2，全国女性人口减少50，男性人口增加100，即将降临新德里。随着通告响起，阿三国直播间瞬间变成大型哀嚎现场。不，我的女神消失了！天啊，我家里突然多出了2个弟弟，这是什么鬼惩罚？完蛋了，本来就是男多女少，现在女人更少了，这让我们怎么活啊？这日子没法过了。其他国家的弹幕瞬间意味深长起来。那个，我听说阿三国的巨蜥和鳄鱼资源挺丰富的，前面的你不对劲，但我好像懂了。阿三国孟加拉巨蜥连夜买站票跑路，鳄鱼快跑！那群单身汉冲过来了。龙国直播间，我正蹲在一个卖蔬菜的摊位前，摊主是个身形残缺的老头。小伙子，买点啥？这可是刚从地里刨出来的，我也不嫌弃。伸手拿起几个圆滚滚、沾着黑土的芋头，轻轻抠掉一点泥土，露出了里面白皙的肉质。不错，外黑内白，寓意遇难成祥，清清白白，这应该就是奶奶要的土里的金元宝啊！我满意地点点头。老板，这芋头怎么卖？嘿嘿，不贵，20鬼币一斤。刚才摊主看到了鱼摊的下场，自然不敢漫天要价了。然而我还是嫌贵，一堆破芋头你敢卖20？我眉毛一挑，看着摊主，滋啦，一缕蓝白色的电弧出现在手掌心。摊主的眼珠猛地一缩，刚到嘴边的爱买不买，硬出现在手掌心。摊主的眼珠猛地一缩，刚到嘴边的爱买不买，硬生生给咽了回去。10块，卖不卖？不卖，我可就。我脸上挂着一副人畜无害的笑容，说道：“不走喽，大爷，薄利多销嘛。您这芋头也就是沾了点土，又不是金子做的，10块钱一斤，我拿3斤，怎么样？”摊主看了看我那只随时可能走火的右手，行，10块就10块。大爷颤颤巍巍地称了3斤芋头，用发黄的草纸包好，给拿走。我乐呵呵掏出30鬼币拍在案板上，提起芋头转身就走。龙国直播间里，哈哈哈，大爷，我特么要是能动，我早跑了。别的国家天选者是在求生，林远这是在勒索诡异，这就是实力的重要性啊！有真理在手，诡异都得跟你讲道理。而躲在龙国直播间里的外国观众，此刻真的是怀疑人生了。法克尔，凭什么？这不公平！我们的天选者只是问个价就直接被淘汰了，这个林远不但问价，还砍价，还威胁摊主。龙国观众看着这些无能狂怒的弹幕，心里那叫一个舒坦。刚才谁说我们要团灭的？出来走2步，不好意思，有实力真的可以为所欲为。集市上，我并没有急着回去，看了看手里剩下的钱，嚯，才花了80块。我咂了咂嘴，手里还剩120块公款，外加我自己那300块压岁钱，巨款啊！在这个资源匮乏的诡异世界，420鬼币的购买力绝对不容小觑。既然来了，那就再置办点硬货。我目光闪烁，今晚的重头戏是除夕夜，除了团圆饭，还有更重要的过年习俗：春联、花纸、鞭炮。系统肯定需要达成特定的民俗礼仪才能触发奖励。五雷阵法已经这么强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抽出更好的东西。想到这里，我径直走向了集市深处的一家杂货铺。铺子阴森森的，门口挂着白灯笼，要是换个人绝对不敢进，我却大步流星跨了进去。老板，柜台后面一个脸色惨白、涂着夸张腮红的纸人掌柜悠悠转过头：客官，买寿衣吗？不买寿衣。我大手一挥，直接拍出一张
张100元大钞，给我来2挂鞭炮，再来一副对联，大红纸金字的。纸人掌柜愣住了，客官，我们这儿的鞭炮我就要这种。我果断打断他，管他给谁听的，只要有声儿是红的就行。传说除夕夜年兽怕的就是红色火光和响声。很快，我大包小包从杂货铺走了出来，左手血龙礼和芋头，右手怒晴鸡和红鞭炮，腋下夹着对联，活脱脱一个刚办完年货回村的暴发户。龙国指挥中心，秦松看着屏幕，嘴角直抽抽。买鞭炮，买对联，这要是炸响了，把周围的孤魂野鬼都引过来怎么办？观众们也急得直跳脚，在诡异副本里制造噪音等于自杀，完了，林远都引过来怎么办？观众们也急得直跳脚，在诡异副本里制造噪音等于自杀，完了，林远是不是飘了？一直等着看笑话的外国观众此刻疯狂输出，哈哈哈，笑死我了！这人是想给怪物开 party 吗？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八嘎，准备好迎接第9次失败吧！夕阳西下，怪谈村落彻底笼罩在了一层青黑色的薄雾中。我嘴里哼着喜庆神曲，脚步轻快，这一身行头走在百鬼夜行的村道上，回头率减至100%。龙国直播间观众的心情又好了不少。我看别的直播间，天选者都在那哭爹喊娘的。是啊，樱花国那个阴阳师钱不够，受了重罚，正在叫苦不迭呢。日落国侦探更惨，因为问东问西，差点被彻底抹杀。只有咱们龙国天选者这么轻松买了一大堆东西，就是希望他晚上一定不要放炮啊。很快，那座挂着红灯笼的四合院出现在视线中，我正准备迈步上台阶，突然一道矮小的黑影窜了出来，定睛一看，是个扎着冲天辫的小女孩，脸惨白如纸，两腮涂着高原红，她咧着嘴冲我阴恻恻的笑，你是林远哥哥吧？声音尖细刺耳，像是用指甲刮过黑板。这哪里来的熊孩子？看打扮应该是亲戚家的孩子。鬼二代，是我。怎么了小妹妹？我停下脚步，尽量让自己像个和蔼的大哥哥。奶奶说你回来了，还带了好多好吃的。小女孩贪婪地盯着我手里的怒晴鸡，然后又把目光移向我的手指。哥哥，过年好呀！她伸出一双青紫色的小手，理直气壮地说道：恭喜发财，红包拿来，给我大红包。如果不给的话，小女孩脸上的笑容瞬间变得狰狞，那我就要拿你当零食哦。龙国直播间瞬间紧张了起来。卧槽，这熊孩子也太狠了吧！开口就盯上人家手指，这特么是抢劫啊！如果不给，这小诡异肯定会动手。林远虽然有雷法，但这毕竟是亲戚，要是直接动手，会不会惹怒爷爷奶奶？进退两难啊！画面中，我看着眼前张牙舞爪的小女孩，掌心中的雷光隐隐跳动了一下。说实话，那一瞬间我真的很想一发掌心雷，教她重新做人。但在春节这个讲究和气生财的副本里，武力镇压是下策。想要红包啊！我收敛了掌心的雷光，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是啊是啊，小女孩以为我怕了，更加嚣张的跳脚。快给我，我要最大的那种，不然我就让你好看。我没有掏钱，而是缓缓蹲下身子，视线与她齐平，眼眸中充满了关爱的光芒。小妹妹，红包哥哥当然有。我语气温柔，像是诱拐小红帽的大灰狼。但是呢，哥哥有个原则，这压岁钱啊，是奖励给听话、懂事、学习好的小朋友的。听到这话，小女孩愣住了，那原本充满了恶意的小脑瓜，显然没有处理过这种逻辑。所以哥哥要考你。我图穷匕现，你今年上几年级了呀？小女孩下意识的回答：1年级。1年级啊，那是大孩子了。我脸色一板，语气严肃的问道：那你期末考试考了多少分啊？小女孩脸色瞬间僵住，原本嚣张的气焰肉眼可见的萎靡了下去。他支支吾吾，眼神躲闪。显然，不管是人是鬼，学渣的本质是共通的。我心中冷笑：小杨，跟我斗，看来考得不咋地啊。我叹了口气，一脸恨铁不成钢，考得不好，还好意思出来要红包？你看看隔壁老王家的那孩子，人家门100分，也没像你这么张狂啊。紧接着，我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祭出杀招。还有，现在放寒假了吧？寒假作业写完了吗？日记写了几篇了？手抄报画了吗？下学期的课文预习了吗？夺命5连问，这是针对所有学龄儿童的因果律武器。小女孩彻底懵了，她原本充满怨气的黑眸里，此刻竟泛起被作业支配的泪花。没有，她声音颤抖，一步步后退。没有，我猛地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她，声音提高了几分。作业没写完，考试不及格，你还有脸在这儿要生肉吃？你知道你爸妈赚钱多不容易吗？你知道现在内卷多严重吗？你现在不努力，以后长大了连只像样的游魂都抓不到，只能去喝西北风。你对得起你死去的列祖列宗吗？小女孩幼小的心灵遭受了成吨伤害，惨白的小脸憋得通红，终于绷不住了。哇！一声凄厉的哭嚎响彻云霄，她直接往地上一躺，开始疯狂打滚。我不听，你是坏人！哇呜呜，妈妈救我！有人欺负我！直播间弹幕彻底笑疯了，哈哈哈哈哈！这特么也可以，笑死我了！来自东方家长的血脉压制，不论是人是鬼，都逃不过寒假作业的制裁。这嘴太毒了，我都感觉膝盖中了一箭。这波属于是魔法打败魔法，让你知道什么叫社会的险恶。就在小女孩撒泼打滚时，是啊，四合院大门再次开了，一股幽冷气息飘出。小铃铛，你在闹什么？一个清冷的女声响起，小女孩的哭声戛然而止，她咕噜一下爬起来，缩着脖子，一脸畏惧地看着门口。我也顺着声音看去，门槛内站着一位身姿高挑的少女。大冷天里，她竟穿着一身暗红色旗袍，剪裁修身，脚踩红色绣花高跟鞋，往上是一张精致冷艳的脸庞，皮肤白皙，红唇夺目。她正看着地上的小女孩，俏颜似笑非笑。我一愣，这哪来的冷艳美女？我家难不成还有这种亲戚？少女手里拿着折扇，眼神冷冷扫过小铃铛。姐姐，小铃铛吓得直哆嗦，嚣张劲儿全没了，丢人现眼。少女冷哼一声，
客人都还没进门，你就躺在地上撒泼，平日里的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还不快滚进去！是。小铃铛如蒙大赦，连看都不敢看我一眼，捂着脸冲进院子训斥完熊孩子。少女转过头看向我，那双狭长的凤眼中闪过一丝审视与惊讶。毕竟能把这混世魔王收到破房的人类，我是第一个，让你见笑了。她微微欠身，声音清冷却多了几分客气。我是赤霄，你二婶的表舅家的，算你远房堂妹。刚才那是舍妹，平日里被惯坏了。远房堂妹，我看着眼前这位气质清冷的少女，虽然知道对方也是诡异，但这颜值气场实在不像是村里人，难不成也是从城里回来过年的？直播间的网友们瞬间沸腾了。卧槽，这副本的质量这么高的吗？这颜值，你跟我说这是诡异？民俗副本也能这么时尚？只要反派长得好，三观跟着五官跑。赤霄，这名字也好听啊。我表现得很绅士，微微一笑，哪里，小孩子嘛，活泼点好。我也只是跟他探讨了一下学业问题。赤霄嘴角微抽，探讨学业，把鬼都探讨哭了。很特别，他深深看了我一眼，目光扫过我手里的血龙礼和怒晴姬，惊讶更甚。血龙礼、怒晴姬，看来你倒是真的挺不寻常的呢。说着，他微微勾起唇角，进来吧，爷爷奶奶都等着急了。说完，赤霄转身带路，背影在昏暗的灯笼光下显得格外神秘。我摸了摸鼻子，提着年货跟了上去，穿过天井，还没进堂屋就听见里面热闹的声音。哎呦，我就说咱们家这风水好，今年肯定是个肥年。我跟着赤霄走进堂屋，只见八仙桌旁坐着吞云吐雾的爷爷，一脸慈祥的奶奶，还有一个穿花棉袄、烫卷发的中年妇女。看到我进来，一屋子人的目光瞬间集中到了我身上，准确的说，是集中到了我手里的东西上。哟，这是奶奶的大孙子回来了。二婶眼尖，一眼看到我手上的血龙礼，一下子站了起来。哎呀妈呀，这是血龙礼，这么大的个头！二婶声音都变调了。在这村落里，血龙礼可是稀罕物，这么大的简直闻所未闻。奶奶也凑了过来，笑得满脸褶子都开了花。好啊，还是我大孙子有本事，这鱼看着就喜庆，今晚吃了，咱家肯定红红火火。爷爷没说话，但手里的烟枪也不抖了，显然很满意。但这还没完，我把那只怒晴姬往桌上一放，咯咯哒，怒晴姬虽被我打服，但威压还在。一觉之下，屋里的阴冷都散了几分。怒晴姬，二婶倒吸一口凉气，看我的眼神都分。怒晴姬，二婶倒吸一口凉气，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哎呦喂，大嫂子，你这孙子可真是有出息啊！二婶拉着奶奶的手，满是羡慕，不像我家那几个不成器的东西，过年回来就带2根烂香蕉，寒碜死个人。二婶好感度55，奶奶好感度60，爷爷好感度60。听着脑海里的提示音，我心里乐开了花，顺势把鞭炮和对联也拿了出来。爷爷，我看咱家门口的对联旧了，特意买了副新的，还有这鞭炮，等会儿除夕夜响了，给咱们家炸个满堂彩。闻言，爷爷目光惊讶地看了过来，屋内气温仿佛发生微妙改变，家人们面面相觑，灰白色的眼睛里闪烁着复杂光芒。这是春联，还有红皮鞭炮。二婶连瓜子都顾不上嗑了。在这个透着森冷气息的怪谈村落里，这2样东西红得有些刺眼。奶奶脸上的皱纹剧烈抽动了2下，僵硬的脸上竟绽放出一抹慈祥的笑容。好，奶奶连说3个好字，激动的枯瘦的双手微颤，真是我家的好大孙啊，竟然还懂这份孝心。奶奶原本还担心今晚的除夕夜不好，没想到你连这物件都给置办齐了。她一把拉住我的手，孙儿啊，你真是太体贴了，有了这2样东西，咱们家今晚可就安全多了。奶奶说的隐晦，但我当然知道她说的安全是什么意思。除夕夜邪祟出没，没有红对联和爆竹震慑，这4合院今晚怎么防得住凶兽？奶奶好感度70。龙国的全球直播间，亿万观众看着这一幕，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卧槽，我看到了什么？好感度飙升10点，这特么是开挂了吧？不是，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买2串破鞭炮和几张红纸就能让诡异奶奶的好感度狂飙？对啊，在怪谈世界里制造噪音不是找死吗？那红纸看着也不像符咒啊。奶奶居然说有了鞭炮会更安全，这完全违背了我们总结的怪谈生存法则啊！龙国怪谈指挥中心内，安全辟邪。我懂了，轻松恍然，这应该就是春节的隐藏核心规则。我们一直以为怪谈副本就是要低调，要隐藏，要避免惹怒诡异，但在春节这个特殊的副本里，春联和鞭炮恐怕能驱逐某些更恐怖的存在。总指挥陈建国也是满脸震撼，喃喃自语，原来如此。不过林远是怎么知道这些的？电诈国直播间，天选者吴吞是个心狠手辣的诈骗头子，此时他正满头大汗站在4合院门外，手里提着死鱼、拈鸡和烂土豆。为了凑齐这3样食材，他几乎花光了带进来的不义之财。妈的，这鬼市的物价也太离谱了！吴吞一边擦冷汗，一边在心里咒骂。他深吸一口气，刚准备上前敲门，刺耳的笑声在心里咒骂。他深吸一口气，刚准备上前敲门，刺耳的笑声突然在脚底响起。只见一个小女孩挡在门口，漆黑的眸子死死盯着他。哥哥，过年好呀！小铃铛伸出青紫干瘪的小手，理直气壮摊开，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吴吞咽了口唾沫，职业病瞬间发作。哎呦，是小侄女吧？真乖，叔叔今天出门急，手机、钱包没带在身上。这样，你先进屋，等会儿叔叔给你转个大红包怎么样？小铃铛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没钱，周围温度骤降，既然给不出红包，那就拿你来凑数吧。小铃铛嘴巴猛地张开，啊，别过来，我真没钱了。吴吞吓得一屁股坐地，拼命挥手想要驱赶，可小铃铛速度惊人，猛扑上去一口咬伤了他的右手，咔嚓咔嚓啊！惨叫声撕裂夜空。小铃铛咀嚼着，发出
出满足的吧唧嘴声。呸，真难吃，一股骗子的臭味。吴吞捂着手，在地上痛苦翻滚哀嚎。龙国直播间的观众看得身心舒畅。卧槽，咬得好，咬得妙，咬得电诈骗子呱呱叫。这孙子平时没少骗我们大爷大妈的血汗钱，现在终于遭报应了。小铃铛干得漂亮，这波我粉这个诡异小萝莉了。恶人自有恶鬼磨，这就是纯纯的现世报啊！就在吴吞痛不欲生时，吱呀一声，大门缓缓打开，阵阵带着奇异幽香的阴风从门缝吹出。小铃铛又贪吃了，清冷慵懒的女声响起。吴吞强忍剧痛抬头，只见门内站着一位身穿暗红色高开叉旗袍的绝色少女，她眼睛瞬间亮了。卧槽，这副本里还有这种极品！赤霄居高临下看着吴吞，绝美的脸庞浮现出毫不掩饰的嫌弃，真是个废物。但紧接着，他的视线落在吴吞的手上，既然回来了，就进屋吧，别把门口弄脏了。赤霄转身朝屋内走去，吴吞连滚带爬跟了上去。龙国观众看到这一幕，这货是色迷心窍了吧？人家那是馋他的身子，字面意义上的馋。视线切回龙国直播间，四合院大门前，我正拿着破旧小刷子蘸着刚熬好的浆糊，而隔壁直播间高冷无比的旗袍御姐赤霄，此刻正乖巧站在我身旁，帮忙拿着红彤彤的春联。林远哥哥，这边浆糊再多刷一点，不然风一吹就掉了。赤霄声音很轻，透着软糯，与御姐的外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她微微踮起脚尖，伸出白皙如玉的纤手，帮我按住春联上角，但我目不斜视，手中刷子稳如泰山。好了，多谢赤霄妹妹帮忙，要不是你帮我按着，我还真贴不平整。叮，检测到宿主成功完成隐藏民俗礼仪，除夕贴春联，春联一贴，成就达成，恭喜宿主获得高级抽隐藏民俗礼仪，除夕贴春联，春联一贴，成就达成，恭喜宿主获得高级抽奖次数 x1。我心中狂喜，上次高级抽奖给了五雷正法这种大杀器，这次会是什么？系统立刻给我抽！我在脑海中毫不犹豫下达指令，意识深处神秘的青铜轮盘疯狂旋转。叮，恭喜宿主成功抽取 SSS 级功法阴阳大岳父。功法介绍：天地初开，分阴阳二气，此功法乃上古大能所创。核心功效：宿主可通过与阴属性生灵，包括但不限于诡异、魅影等，进行气息交融，吸收阴气。属性：无视种族隔离，无视诡异侵蚀，交流越深，吸收的阴气越纯粹，宿主的道行和身体素质将获得飙升。看着系统面板上这行金光闪闪的文字，我整个人都麻了。卧槽，吸收阴气还是对诡异使用，这是让我在恐怖怪谈里借力修炼，但这可是白嫖道行的神技啊！别人遇到诡异时逃命，我遇到诡异时进补。系统给我速速领取阴阳大岳父。叮，阴阳大岳父已自动满级领悟。我猛地睁眼，眼底闪过暗金幽光，我彻底明白了这门功法的霸道之处，哪怕只是浅尝辄止的气息交融，都能强行从诡异体内汲取纯粹阴气，补充能量。这意味着不管我的五雷阵法消耗多剧烈，只要靠近身边的诡异吸收灵韵，瞬间就能满血复活。我转过头，目光悠悠看向身旁这位身穿旗袍的绝美少女，我的嘴角开始不受控制的上扬，笑容逐渐放肆起来。这哪里是什么女鬼，这分明就是一个专属的大号移动充电宝啊！赤霄正低头收着装浆糊的刷子，突然感觉背后没来由升起一股寒意，仿佛被洪荒猛兽盯上一般。他疑惑地转过头，却只看到我正一脸温文尔雅、人畜无害地对着他微笑。是我的错觉吗？他在心里暗自嘀咕。作为4星副本里的红衣诡异，他本能地察觉到了一丝危险信号，却想不通区区一个人类怎么可能对他产生威胁。气氛正微妙时，哎呦喂，瞧瞧这俩孩子，贴个春联都这么有默契。堂屋门槛处突然传来二婶尖锐的笑声，她磕着沾着暗红污渍的瓜子凑了过来，那双三角眼在我俩身上来回打转。大侄子啊，你在外头交女朋友了没啊？我心中瞬间冷笑，看来下一关又来了。春节副本经典陷阱催婚，若没有系统加持，我绝对如履薄冰。但此刻我只是面不改色的摇头。二婶，我事业未成，还是单身，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二婶的眼睛顿时亮了，没有好啊，她自动忽略了我的意愿，一拍大腿，那你看看咱家赤霄咋样啊？他虽然跟你是远房亲戚，但早出了5福，目前也单着呢。我转头看向赤霄，刚才还清冷高傲的妹子，此刻竟低下了头，白皙的脸颊飞起酡红，嘴角勾起一抹病态的笑意。我在心里疯狂腹诽，连装都不装了，想拿我打牙祭，我还想拿你当充电宝呢。但高端猎手往往以猎物形式出现，这背后大概率藏着彩礼天坑，绝不能踩。于是我故意露出一副苦涩无奈的表情，长叹一口气，二婶，您就别拿我寻开心了，现在的社会太现实了，我哪敢耽误人家的青春啊？等我赚够了钱，再谈成家立业的事吧。我这番话说的大义凛然，二婶脸上的假笑僵硬了半秒，赤霄眼底闪过错愕。龙国直播间的观众齐齐松了口气，灵神这太极拳打得真溜，直接把二婶的嘴堵死了。只要心中无女人，拔剑自然神。林渊，你是我的神。与此同时，电诈国直播间，天选者无渣坐在长凳上，断指还在渗血，眼睛却直勾勾盯着正为他包扎的赤霄。顺着旗袍的高开叉，他早已被迷得五迷三道。二婶阴恻恻的笑声在耳边响起，大侄子，看你这眼睛都快掉出来了，你在外头有对象了没啊？无渣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没有，当然没有，我整天为了打拼事业，一直都是单身，哪有时间谈恋爱啊？他坑蒙拐骗，丧尽天良，什么恶毒的事情都做过，自认只有逢场作戏。闻言，二婶眼神一亮，顺水推舟，那你看咱家赤霄咋样啊？无渣看着眼前倾国倾城的角色，脱口而出，赤霄妹妹这么漂亮，谁要是能娶到她，绝对是祖坟冒青烟啊！堂屋的温度瞬间降至冰点，赤霄缓缓抬头，绝美的脸庞上挂着一抹令人毛骨悚然的鬼笑。堂哥这话可是当真？当真，真的不能再真了。无渣疯狂点头，哎呦，
呦，既然你们这俩孩子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那二婶可就要做这个主了。二婶鬼脸笑开了花。不过嘛，咱们家虽然在村里不是什么首富，但也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这迎娶黄花大闺女，该有的规矩咱们可一样都不能少。二婶戳向吴渣脑门，鬼笑道：大侄子，既然你同意了这门亲事，那就先把彩礼给结了吧。吴渣顿感不妙，二婶，那个需要多少彩礼？二婶嘴角扯开，露出满嘴细密的尖牙，一字一顿，不多，咱们也就图个吉利，88万8的鬼币，1分钱都不能少哦。吴渣如遭雷击，吓得从长凳滚落到地上。多少？88万8。二婶，您是在开玩笑吧？我现在浑身上下连1块钱都掏不出来了。呵呵，那你的意思是没钱？赤霄声音瞬间变得无比邪恶，他缓缓起身，暗红旗袍无风自动，食指猛地弹出幽冷的修长指甲。没钱？你幽冷的修长指甲？没钱？你还敢调戏老娘？没钱你也配缠老娘的身子？他发出一阵刺骨的鬼笑，如同红色闪电般扑向地上的吴渣。啊！救命啊！我给钱，我回现实世界给你们钱啊！吴渣发出绝望凄厉的惨叫，但不到2秒，二婶也急不可耐地扑了上去。在全民惊恐的注视下，吴渣被一红一白2个诡异当场抹杀。电诈国天选者吴渣确认死亡，死亡原因未能支付88万8天价彩礼，触发悔婚及死规则。电诈国惩罚降临，全国所有诈骗园区遭遇10级天灾毁灭。2. 全国国民智商永久下降50%。3. 怪谈全面降临该国，电诈国直播间变成黑屏，现实中传来无尽的哀嚎，龙国直播间则爆发出排山倒海的欢呼，哈哈哈，笑死老子了，死骗子活该！刚才灵神要是答应了，现在灭国的就是咱们了。林哥威武，龙国副本。二婶似乎因没套出我的话觉得无趣，转身进了堂屋。赤霄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眼神中多了对猎物的浓厚兴趣。林远哥哥还真是个正经人呢。他轻笑一声，留下一阵令人心神荡漾的冷香回了屋。我刚准备拍拍手去厨房，大门外突然刮起一阵阴风，伴随着杂乱的脚步声在门外响起。哎呦，大冷天的，总算是赶到了。是啊，这年夜饭要是吃不上热乎的，那可就亏大了。几个听起来就不像活人的声音在门外叽叽喳喳，我心中一凛，看来更多的鬼亲戚到了，不仅仅是爷爷奶奶和二婶，家里各路亲戚都要回来吃团圆饭了。吱啊一声，本就虚掩的大门被一股阴风强行推开，我抬眼望去，门外鱼贯而入7、8个身影，带头的中年胖子提着2盒长满绿毛的点心，后面跟着个瘦骨嶙峋的老太婆，拄着骇人的拐杖。在这群亲戚最后跟着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男人，他穿着复古西装，头发油光水滑，是三婶娘家的远房表哥林威。林威一进门，目光落在刚端茶走出的赤霄身上时，眼神瞬间爆发出贪婪的绿光。哟，赤霄妹妹，几天没见，你真是越来越水灵了。林威迎了上去，赤霄看都没看他，冷了了一声，绕过他走到我身边。林远哥哥，刚才贴春联辛苦了，喝口热茶暖暖身子吧。赤霄将茶递给我，语气软糯体贴。这一幕瞬间引爆了林威，他笑容消失，大步走到我面前，打量着我洗得发白的卫衣。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在城里混不下去，跑回来要饭的林远表弟吗？林威阴阳怪气的嘲讽道：怎么着，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别是空着2只爪子回来混吃混喝的吧？说着，林威抖了抖手里暗红色的破布袋，混喝的吧？说着，林威抖了抖手里暗红色的破布袋，看到没？这可是我花大价钱从荒山挖来的新鲜贡品，跟你这种穷酸货站在一起，我都觉得掉价。周围诡异的亲戚纷纷停下脚步，恶毒的盯着我。龙国直播间的观众全都怒了，靠，这装逼犯哪里冒出来的？明明是他自己追不到赤霄，偏要拿我们灵神撒气。灵神别忍，用雷法劈死这丫的！他手里提的什么鬼东西，还在滴浊水，恶心死了！我眼皮都没抬，慢条斯理接过赤霄递来的茶，似笑非笑看了他一眼，别以为我看不出他是故意在这挑火，等会儿要是不好好教训你一顿，你真当我是好惹的？赤霄凤眸闪过一丝狡黠，曼妙的身姿故意往我身边靠了靠，一股冰冷中透着腻人甜香的幽风，若有若无钻进我鼻子里。表哥，你这话说的我可不爱听。赤霄红唇微起，声音发嗲。林远哥哥虽然在城里没赚到什么大钱，但人家可是实打实的顾家呢，人家买的年货那可是几千鬼币一条的血龙里，还有1只的怒禽鸡，连爷爷奶奶看着都夸好。林远哥哥这叫低调，哪像你提着个晦气东西乱晃，也不嫌脏了院子。赤霄这番话将心机发挥到了极致，字字句句都在挑起男人的好胜心。果不其然，林威见女神当面讨好我，整个人都变绿了。赤霄妹妹，你居然护着这个废物！林威死死盯着我，血龙里怒禽鸡，就凭他一个臭要饭的，也买得起这种高级货，指不定是从哪个倒霉鬼手里坑蒙拐骗来的。他将破布袋往地上一砸，指着我的鼻子吼道：林远，你是男人就别躲在女人后面，你敢不敢跟我到村外的小树林里去比划比划，让我看看你这个城里回来的大学生到底有几斤几两？面对他的无能狂怒，我连眉头都没皱，似笑非笑的看了赤霄一眼，这女鬼果然在拿我当枪使，想看我跟别的鬼一狗咬狗。呵呵，好啊，我轻描淡写的吐出2字，既然威表哥这么有雅兴，那当弟弟的自然奉陪到底。见我一口答应，赤霄嘴角勾起得逞的坏笑，男人的好胜心果然最好利用。只是想到待会儿要和林威一起瓜分我这个猎物，他眼底闪过一丝不悦。村外小树林，地上的积雪染着暗红，林威刚走入林中，就发出一声非人嘶吼，西装被暴涨的肌肉撑裂，浑身皮肤青黑，10根
手只弹出半尺长的利爪，闪烁寒光。他彻底异化了。结！林威扭动僵硬的脖颈，居高临下的俯视我。林远，你还真是个蠢货啊！在这规则怪谈的村子里，你竟然敢和一只诡异约战！哈哈哈！在规则中，只要是约战，那就必须分出生死，而人类在诡异面前，永远都只配当食物。他转头看向看戏的赤霄，在诡异面前，永远都只配当食物。他转头看向看戏的赤霄，瞬间换上讨好的嘴脸。赤霄妹妹，你就在一旁看着吧，看我怎么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白脸撕成碎片。赤霄轻轻咬了咬娇艳的嘴唇，美眸闪烁贪婪。好啊，表哥，那你可得轻点哦，这可是我看中的猎物，毕竟人家可是缠他很久了呢。林威魂都快飞了。那是当然，赤霄妹妹想要什么，表哥我就给你什么。直播间的观众全提起了心，看着屏幕里压迫感拉满的青面獠牙怪物，弹幕刷屏，这体型差距也太大了吧！林威这明显是高阶怪物啊，刀枪不入的那种。灵神就算有雷法，能一击秒杀吗？要是秒不掉，这诡异反扑起来，那可就是被撕碎的下场啊！完了，这女鬼也是个坏种，合着是把灵神骗出来杀啊！红颜祸水啊！越漂亮的诡异越会骗人，而我看着面前恶心至极的怪物，嘴角勾起一抹笑意。必须分出生死，我声音带着难掩的兴奋。也就是说，只要是按照规矩约战，不管是谁死在里面，都不会被副本判定为违规。林威愣了下，显然不明白我为何死到临头还关心规则。没错，这是诡异法则，那真是太好了。我满意的点头，缓缓抬起右手。既然有这样的规矩，那我杀了你，应该就不会引起副本的变故。林威仰天狂笑，哈哈哈哈！你杀我，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类，凭什么杀？轰隆！话未说完，平地一声惊雷，刺目的蓝白雷霆宛如银河倾泻，瞬间照亮幽暗的小树林。我掌心之中，一团狂暴雷球轰然炸裂，至刚至阳的恐怖力量化作雷霆狂龙，直奔林威面门。什么？林威暴突的眼球中填满恐惧，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不，伴随着凄厉惨叫，雷龙瞬间吞噬了他庞大的身躯，刺眼电芒疯狂肆虐。仅仅一眨眼，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林威，连一块骨头都没剩下，直接被轰成满地黑灰。微风一吹，渣都不剩。小树林里死一般寂静，只有空气中弥漫的焦糊味，证明刚才这里存在过一只诡异。站在一旁的赤霄彻底呆滞了，那张精致的脸上写满惊恐。而在龙国直播间里，弹幕如同火山爆发般疯狂喷涌，哈哈哈哈哈！笑死爹了，让你装逼，让你尸变，这下连灰都给你扬了。事实证明，舔狗不得好死，舔到最后连渣都不剩。这特么是什么神仙威力？一发屏直接秒了满血大怪，这就是小瞧人类的下场。诡异时代，大人时大变了，灵神牛逼，专治各种不服，物理超度最为致命。赤霄浑身不受控制的发抖，这个人类到底是什么怪物？赤霄在心里疯狂尖叫，哪怕他是红衣厉鬼，若是挨上刚才那一发掌心雷，也绝对活。赤霄在心里疯狂尖叫，哪怕他是红衣厉鬼，若是挨上刚才那一发掌心雷，也绝对活不下来。就在他满心绝望时，我拍了拍手上的灰尘，似笑非笑的朝他走去。借着月光，他看到我脸上挂着一抹令人心悸的笑容，扑通，赤霄吓得双腿一软，直接跌坐在雪地里瑟瑟发抖，再也生不出半点反抗的心思。林远哥哥，赤霄声音带着哭腔，楚楚可怜的仰起头，我错了，你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算计你了。他试图用美貌换取生机，只要这个男人还有七情六欲，就定舍不得杀他。然而我走到他面前，突然弯腰，一把捏住他雪白尖翘的下巴。下一秒，赤霄脸上的妩媚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惊骇。他惊恐地发现自己不仅没吸到半点灵力，反而自己辛辛苦苦修炼百年的精纯阴气正疯狂朝我倒灌。叮，检测到精纯阴气入侵，阴阳大岳父已自动运转。我微闭双眼，清晰感觉到刚才施展五雷正法的消耗正在飞速补满，甚至隐隐有突破的趋势。反观赤霄，整个人快崩溃了。到底谁才是鬼？他感觉到修为飞速流失，凝实的鬼体甚至开始透明。我眼中的轻佻瞬间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两道冷冽杀机。女人，我冷冷望着地上的女鬼，今天这只是一个警告，留着你是因为你在家里还有点用处，但你最好给我收起那些自作聪明的小心思。要是再敢跟我玩阴的，我掌心再次浮现出一丝跳跃的雷光，映照在他惨白的脸上。下一次我会连你一起轰成渣，听懂了吗？面对我魔神般的压迫感，赤霄哪还敢有半点反抗？他现在修为大跌，引以为傲的魅惑之术也成了笑话。听懂了？赤霄屈辱的低下头，眼角滑落清泪，夜色更深，远处村落偶尔传来凄厉的鬼气。我整理了一下位移，走吧，回屋。出来这一会儿，年夜饭也该好了。赤霄小心翼翼跟在我身后，我们一前一后回到四合院堂屋。屋里奇形怪状的亲戚们以围在八仙桌旁，正开心的吃着颜色令人反胃的点心。看到我们走进来，二婶嗑着瓜子，斜着眼睛扫了一圈，哟，你们俩去哪儿躲清闲了？对了，林威那小子呢？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二婶话音落下，其他亲戚纷纷投来疑惑的目光。赤霄心里猛地一颤，下意识看了一眼身旁的我却十分自然的一笑。林威表哥啊，刚才在院子外面，他说肚子疼要去上个茅厕，估计是天太黑，不小心掉茅坑里了吧？我摊了摊手，一脸无辜的说道，要不各位叔伯婶婶，你们去外头找找他。这话一出，堂屋里的诡异们面面相觑，堂堂青面僵尸能掉茅坑，摆明是胡扯。但这诡异村落里亲戚感情本就是塑料做的，谁管林威死活？那小子平时就咋呼呼的，没个正形。大肚子缝合怪胖子冷哼一声，掉茅坑就掉茅坑吧，谁有那闲工夫去捞他？算了，那小子不想回来吃年夜饭无所谓，咱们可不等他了。就是少一张嘴，咱们还能多吃一口肉呢。亲戚们你一言我一语，很快就把林威抛到了脑
脑后，反正只要不影响他们干饭就行。龙国直播间听到我给出的理由以及那群诡异亲戚漠不关心的态度，弹幕瞬间笑不活了，神特么掉茅坑，林神这借口找的也太敷衍了吧，笑死我了。林威好歹也是个青面邪祟，不要面子的吗？林威，我虽然被超度了，但你礼貌吗？这塑料亲情太真实了，少个人多吃口肉可还行？亲戚们，只要不耽误干饭，管他去哪了。林神，物理超度加精神侮辱，我可是专业的，哈哈哈！原来诡异世界也逃不过逢年过节的虚伪社交啊。林威，如果有下辈子，我一定不当沸羊羊。堂屋里红彤彤的烛光摇曳着，一阵阵诡异却又带着异香的菜味从后处飘了出来。上菜了！随着奶奶的一声吆喝，几只没有五官的纸人丫鬟端着青花瓷盘，身姿僵硬的走了进来。最先被端上桌的，正是我亲自置办的3样硬菜。血笼里被做成了红烧鱼，裹着暗红汤汁，散发着奇异的腥甜味。那只不可一世的怒禽鸡被炖成了一大锅黄灿灿的鸡汤，至于芋头则被蒸得软糯，淋上了猩红的糖浆。哎呦，今天这菜可真是丰盛啊！二婶笑的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指着中间的3道大菜，这几道压轴的好菜可都是咱们家大孙林远特意去集上挑的，大家伙儿今天都沾沾光，能吃个痛快了。周围那些奇形怪状的诡异亲戚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我。哎呀，大侄子真是懂事了，可不是吗？这血笼里和怒禽鸡得花不少心思吧？大城市回来的人就是不一样，出手真阔绰。亲戚们表面上一言我一语的夸赞着我，但那一双双盯着我的眼神，根本不是长辈看晚辈，更像是一群饿狼在看着一块肥美的鲜肉。龙国直播间，卧槽，这些亲戚的眼神好可怕，这年夜饭估计又是什么地狱级考验了？怕什么？林神现在可是有掀桌子的本钱，就是惹毛了直接一发5雷正法，把这桌子连同这群诡异一起扬了。千万别冲动直接掀桌子，春节副本的核心是过年，如果掀了桌子，彻底破坏了除夕的规矩，万一引发诡异副本异变怎么办？就在龙国观众为我捏汗时，丑国副本中，天选者罗伯特正战战兢兢地站在八仙桌旁，西装被冷汗浸透，他很清楚接下来是致命难关。春节餐桌礼仪，谁先做，怎么做，做哪里，每一个细节都暗藏杀机。更糟的是，他买回来的只是普通鲫鱼，奶奶对他的态度一直不冷不热。此刻，诡异亲戚们陆续走进堂屋，一道道散发着腥气的暗黑菜肴被端上桌。奶奶看了一眼罗伯特，灰白僵硬的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神色。孙子啊，大冷天的跑回来也累了，别傻站着了，你先坐吧。罗伯特心脏猛缩，他立刻回想起龙国人情世故300问，长辈未落座，晚辈怎么能先坐？这是陷阱！不，奶奶您先请。罗伯特展现出极强的求生欲，连连摆手，腰弯成虾米。长辈还没入座，孙儿怎么敢逾越规矩？爷爷奶奶，各位叔伯婶婶，你们先入座，我站着伺候就行。周围诡异亲戚发出失望的冷哼，切，算你小子识相。狐狸脸表姑翻了个白眼，亲戚们纷纷落座。当长辈和亲戚都坐下后，桌上刚好剩下2个空位，其中一个空位的正前方摆着红烧鱼，鱼头不偏不倚正对着那个位置。好了，长辈们都坐下了，你也找个位置坐吧。奶奶阴恻恻地笑了笑，死死盯着罗伯特。这下罗伯特彻底傻眼了，周围的诡异们齐刷刷停下动作，贪婪戏谑的眼睛汇聚在他身上。2选1，选错就是被抹杀。他额头冷汗狂滚，大脑疯狂运转，对着门的位置，视野好，方便逃跑。在西方礼仪中，最好的食物留给最尊敬的客人。我是远道而来的游子，也算是半个客人。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他咬了咬牙，大步走到那个被鱼头指着的主位，一屁股坐下。然而坐下的瞬间，堂屋温度骤降，周围诡异亲戚脸上浮现出冷笑。是啊，浑身冒着青色雾气的诡异爷爷拿着烟枪缓缓走出，看到坐在主位上的罗伯特，那张恐怖的脸瞬间扭曲。大胆龟孙！爷爷发出一声雷霆怒吼，狂暴的气息席卷堂屋。你个不孝子孙，你竟敢坐在一家之主的位子上，鱼头对准的地方乃是尊位，你一个晚辈竟然敢抢我的位置！好啊，你是觉得爷爷已经快死了，治不了你了，是不是？爷爷好感度100，不死不休，沃德发。罗伯特还没反应过来，旁边的猪头叔叔已经一把抓住了他。嘿嘿嘿，早就看你这老小子不顺眼了，不懂规矩的玩意儿，正好给大家加个菜，你们不能吃我啊！惨叫声戛然而止，爷爷的烟枪狠狠砸下，罗伯特瞬间被规则之力反噬，化作一团黑雾，被周围的诡异分食殆尽。这一幕被天幕同步直播，丑国直播间彻底炸锅。法克尔，这怎么可能？那个位置明明看起来就是留给客人的，什么狗屁东方礼仪？这明明看起来就是留给客人的，什么狗屁东方礼仪？这分明是针对我们伟大的丑国。完了，连教授都死了，这4星副本根本不可能有人通关。丑国天选者罗伯特确认死亡，死亡原因严重违反春节餐桌礼仪，占据主位，被判定为极度不孝。丑国惩罚降临，斩杀线规则怪谈生效，低于斩杀线的丑国人将被规则物理抹杀。2%50%的白人转化为黑人，且智商降低70%。怪谈正在降临，下一刻丑国彻底乱套了。法克尔，我的皮肤怎么突然变黑了 ？Oh my god， 我的脑子好乱 ，IQ 降低70%，是真的。外面有敲锣打鼓的声音，还有诡异邪祟，救命！我的邻居突然就触发规则消散了。罗伯特这个白痴，他把我们整个国家都给毁了。一条鱼，我们竟然因为一条鱼头指着哪里而面临灭国。边境线怎么封锁了？放我出去！丑国的崩溃引发全球恐慌，指望抄作业的其他国家智囊团全绝望了。完了，连丑国天选者都没了，我们还怎么抄？抄龙国吗？龙国现在进展最顺利，抄个屁啊！你没看龙国那个天选者他不讲理吗？对啊，他开挂啊，他手里会搓闪电啊！我们国家的天选者要是敢像他那样去搞物理超度，早就凉透了，全球哀鸿遍野。而在龙国直播间中，爷爷，既然你喜欢做主位，那你就上桌当主菜吧。抄作业，对不起，我们灵神你们抄不会，更学不来。龙国副本中，4合院的堂屋里，我依旧是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
身旁站着赤霄，他低垂着眉眼不敢看我，只敢在没人注意时偷偷幽怨地瞥我一眼。而我此刻心思根本没在他身上，看着满桌各怀鬼胎的诡异亲戚，我当然知道马上到来的就是除夕夜重头戏——春节餐桌礼仪考验。其他天选者面对这种考验战战兢兢，但我一点不慌。饭局规矩、座次安排，简直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最关键的是，只要达成民俗成就，系统肯定有丰厚的抽奖奖励。一想到刚才抽到的霸道雷法，我的眼神就变得火热起来。大孙子啊，你还搁那儿杵着干嘛呢？二婶扭着水桶腰，阴阳怪气地催促道：“大家伙儿可都等着你入座开席呢。”话音落下，所有诡异亲戚齐刷刷转过头，一双双猩红的眼睛死死锁定了我。同样的送命题再次摆在天选者面前，但这次面对他的是我。我微微一笑，直接来到端着鸡汤的纸人丫鬟面前。这鸡汤太烫了，还是我来端吧。我一把接过那锅滚烫的怒情鸡汤，这一举动把在场的诡异都看愣了。按照副本惯例，天选者此刻该吓得发抖，拼命猜该坐哪。我抢纸人的活干嘛？我端着鸡汤走到八仙桌前，拼命猜该坐哪。我抢纸人的活干嘛？我端着鸡汤走到八仙桌前，先将那盘血龙里挪动了一下，让鱼肚白最肥美的部分朝向正对大门的主位，鱼头稍微偏向左手边，头朝主客，肚朝主。我一边调整一边笑着说道：“爷爷是咱们家的一家之主，这主位自然是爷爷的。这鱼肚子肉最嫩，刺最少，正好孝敬爷爷。”紧接着，我将怒情鸡汤放在桌中央，极快地拨弄鸡头，让鸡嘴对准桌上空处，避开所有人。鸡头不对人，大吉又大利。做完这一切，我这才转过身，面向刚从后屋走出的诡异爷爷，恭恭敬敬弯腰行了个晚辈礼。爷爷奶奶，饭菜都齐了，您二老是一家之主，这过年的团圆饭当然得您二老先动筷子，咱们这做晚辈的才敢落座。我声音洪亮，礼数周全。站在门口的爷爷听到这话，又看到桌上完美无瑕的摆盘，脸上浮现出由衷的欣慰。好，好，好！爷爷连说3个好字，吧嗒着烟枪走到主位，看了一眼正对着自己的鱼肚白，满意点头。不愧是我老林家的孙子，出门在外这么多年，老祖宗的规矩是一点没忘啊，比你那些个混吃等死的叔伯兄弟强多了。爷爷好感动。75，随着爷爷坐下，奶奶也笑眯眯在副主位落座，两位长辈一坐，周围想看我笑话的诡异亲戚脸色全变了，尤其是二婶，眼底满是失望，估计都在想，这都没弄死他，命也太硬了。长辈落座后，我从容不迫地走向距离上菜口最近的末座，副陪位置，这是酒桌上辈分最小，负责端茶倒水的人坐的。我大大方方坐下，拿起茶壶先给爷爷奶奶满上，又给诡异长辈一一斟茶。各位叔伯婶婶，大过年的，我在这儿给各位长辈敬杯茶，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的动作行云流水，甚至透着一种掌控全局的霸气。看到这一幕，龙国直播间观众彻底跪了，弹幕清一色，学到了，卧槽，这就是教科书级别的饭局礼仪吗？灵神这波操作，直接把那些诡异干沉默了。鱼肚子朝长辈，鸡头不对人，主动做末座倒茶，啧，这特么情商拉满了，笑死！丑国那个老头要是能有灵神一半的功力，也不至于现在变成桌上的肉馅。灵神论人情世故，在座的各位诡异都是垃圾。就在这时，脑海中系统提示音如期而至，叮，宿主成功践行了东方传统餐桌礼仪，让诡异长辈感受到了久违的尊卑有序与天伦之乐。成就东方餐桌礼仪已达成，恭喜宿主获得高级抽奖次数 x1，是否立刻抽奖？我心中一喜，果然有奖励，但我脸上依旧保持着谦逊有礼的笑容，端起茶杯轻抿一口，在心中默念系统。但我脸上依旧保持着谦逊有礼的笑容，端起茶杯轻抿一口，在心中默念系统，立刻抽奖。意识深处的青铜轮盘疯狂旋转，缓缓停下后，一道幽暗的紫黑色光芒瞬间照亮了意识空间。叮，恭喜宿主获得 SSS 级特殊道具诡异卡组。道具介绍：这是一套源自冥界深处的禁忌之物，24张空白卡牌，每一张都蕴含着强大的封禁之力。核心功效：宿主可将任意诡异生物封印入卡牌之中，被封印的诡异将自动成为宿主最忠实的奴隶，绝对服从宿主的任何命令，永不背叛。附加福利：被封印的诡异在卡牌空间中可快速恢复伤势与力量。使用限制：封印需获得诡异的同意。注：此同意包含物理层面上的同意，即当诡异无力反抗时，亦被视为默认同意。看着系统介绍，我差点把茶喷出来。好东西，系统是懂我的。刚才我还嫌阴阳造化诀虽能汲取力量，但不能随时带个灵力源，太麻烦。现在好了，直接把诡异装进卡里揣都带走，没灵力了掏出来补充，耗尽了塞回去恢复，简直是居家旅行必备神器。不过需要诡异的同意才能将其封印进去。看到最后一行提示，我暗自发笑，物理层面的同意就行，那就简单了，不服就打到服，打到不能反抗，不就是同意了？我不动声色地瞥了一眼斜对面正如坐针毡的赤霄，这下好了，可以重复利用了。这时赤霄似乎感应到了什么，猛地打了个寒战，一股莫名的恐惧直冲天灵盖，他赶紧低下头不敢再看。奇怪，怎么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龙国直播间，卧槽，灵神这眼神好吓人啊！哈哈哈，你们看赤霄那害怕的小眼神，这还是刚才那个高冷御姐吗？诡异，我当时害怕极了。我将意识从系统中收回，24张空白的鬼灵卡牌，此刻正静静地躺在我的系统空间里。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我端起茶杯，继续扮演乖巧懂事的晚辈。年夜饭正式开席，鬼灵爷爷
爷率先动筷，夹起鱼肉放入口中，满意地点了点头。好鱼。其他亲戚这才纷纷拿起筷子大快朵，但我面不改色，只是喝茶。酒过3巡，二婶的脸凑了过来，大侄子，你看看你也老大不小了，咋还不考虑个人问题呢？这男人啊，不成家始终不是个事儿。俗话说得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奶奶还等着抱重孙子呢，是不是阿妈？二婶捅了捅旁边的奶奶，奶奶那张僵硬的老脸上浮现出向往、浑浊的眼球盯着我，声音沙哑：是啊，乖孙啊，奶奶也没几年活头了，就盼着你能给咱们老林家留个后，哪怕是生个小一类，奶奶看着也高兴啊。我听得嘴角直抽抽，表面上却露出为难的神色。二婶，您就别拿我开涮了。我放下筷子，叹了口气，现在的彩礼那么贵，动不动就是几十上百万，我哪取得起？二婶眼睛顿时亮了，她等的就是这句话。大侄子，你这话说的，二婶我可就不爱听了。二婶一拍大腿，咱家就有现成的。她一把拉过坐在一旁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的赤霄，你看看咱家赤霄咋样？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材有身材，还是城里回来的，跟你简直绝配啊！赤霄整个人都不好了，内心狂奔，死肥婆，你这是在把我往火坑里推啊！你知不知道这小子有多恐怖？他特么刚才在小树林里一招把林威给秒了，我要是真嫁给他，今晚怕是连灰都不剩了。赤霄慌得一批，拼命给二婶使眼色，然而在二婶看来，这分明就是害羞了。哎呦，你看这孩子还不好意思了。二婶笑得花枝乱颤，妈，你看赤霄这眼神，分明就是乐意啊，这简直就是天作之合啊！爷爷放下烟枪，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在他看来，只要我答应了这门亲事，今晚入了洞房那就是羊入虎口。赤霄作为高阶红衣灵体，吞噬一个人类还不是分分钟的事。老两家的说的有道理。爷爷吧嗒了一口烟枪，吐出一团青绿色的浊气，大孙子啊，你也不小了。赤霄这丫头我看着长大的，虽然跟咱们家是远房，但也是个知根知底的，模样好，屁股大，能生养。奶奶也在一旁笑眯眯的附和，是啊，你看那屁股，一看就能生大胖小子。奶奶还等着抱孙孙呢。赤霄的脸疼得红了，他一个红衣灵体，居然被2个长辈当众评论能不能生养，还是当着我这个恶魔敌面。他感觉自己100年的尊严在这一刻被踩得稀碎。直播间里已经笑疯了，哈哈哈，屁股大能生养，这是哪个年代的台词？奶奶，我就想要个孙子，管他是人是灵。赤霄，我当时害怕极了，脚趾能抠出3室1厅了。我心里乐开了花，表面却依旧受宠惊，不好意思的看向赤霄。这个赤霄妹妹确实很好看，我也挺喜欢的。就是我欲言又止，二婶急了，就是什么？你倒是说啊！我叹了口气，一脸无奈，就是这彩礼，我是真拿不出来啊！爷爷霸气的一挥手，烟枪在桌上重重一颗。彩礼要什么彩礼？都是一家人，谈钱伤感情。既然你喜欢，赤霄那丫头也担着，这事儿我做主了，彩礼免了。赤霄瞪大眼睛，难以置信，您知不知道把我许给了一个什么样的恶魔？赤霄张了张嘴，但副本的规则之力犹如大山压制着他，作为晚辈不可公然反抗，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命运被3言2语定了下来。周围的亲戚们开始起哄了，哟，好事啊！开始起哄了，哟，好事啊！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大侄子还不快谢谢你爷爷，今晚就入洞房吧，哈哈哈！那一张张诡异的面孔上挂满幸灾乐祸，在他们看来，今晚洞房花烛，赤霄就会把我吸进精气，他们的任务也就圆满了。赤霄彻底绝望，目光投向我，眼神里充满哀求。然而此刻我已经站了起来，挂着腼腆真诚的笑容，深鞠一躬，谢谢爷爷成全，谢谢奶奶成全，谢谢二婶撮合，谢谢各位叔伯婶婶。转过头，我温柔地看向一脸生无可恋的赤霄，赤霄妹妹，你放心，以后我会好好对你的。赤霄感觉自己的命运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好好对我，你是想好好吞噬我吧？龙国直播间沸腾了，赤霄，我可能不是人，但你们是真的狗，居然把红衣小妹白送给灵神当充电宝，老一辈还以为灵神要完蛋，殊不知是把人家往火坑里推啊！坐等洞房花烛夜被反向吞噬。爷爷见我答应痛快，老怀大慰，好，既然都同意了，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今晚是大年夜，正好双喜临门，吃完饭你们俩就回屋，先增进感情，磨合性格。奶奶也在一旁附和，对，年轻人嘛，要多交流。赤霄啊，你虽然年纪比林远大那么一点点，但也要懂得照顾人，知道吗？赤霄差点喷血，年纪大一点点，他是1000年灵体，我才20岁，这都大出50倍了。但在规则压制下，他只能低着头，用蚊子般的声音了一声，活脱脱一个被包办婚姻的可怜少女。我看着这一幕，心里憋着笑，看了一眼系统空间里的鬼灵卡组，嘿嘿，赤霄妹妹别怕，等会儿哥哥就给你安排一个漆黑的新家，24小时绑定，包吃包住，体验绝对安全感，多好啊！年夜饭后，那些诡异亲戚打着饱嗝，陆续离开了堂屋。二婶临走前特意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说道：“大侄子，晚上可得好好表现啊！”赤霄那丫头虽然看着冷，但其实内里热得很，你加把劲，争取明年让奶奶抱上孙孙。我一脸憨厚的点头，谢谢二婶指点，我一定努力。二婶满意的扭着水桶腰走了，看她那眼神，大概正盘算着明早怎么分食我的尸身。堂屋里只剩下爷爷奶奶，我和赤霄。爷爷拍了拍我的肩膀，去吧，别辜负了这良辰美景。奶奶笑眯眯的把赤霄的手塞进我手里，她有些抗拒，但我紧紧握住，不给她任何挣脱的机会。奶奶放心，我会照顾好赤霄妹妹的。赤霄抬起头看向我，眼神里透着凉意，我也正看着他，只是在这份温柔之下，压抑着
着一丝令他胆寒的兴奋。我们手牵手穿过天井，走进了东厢房。我反手关上了门，砰，门栓落下了。东厢房，我反手关上了门，砰，门栓落下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赤霄浑身一颤，下意识后退了一步。昏暗烛光下，我嘴角挂着似笑非笑的弧度，像猛兽看着落入陷阱的猎物。他呼吸急促起来，声音有些颤抖。林远哥哥，你想干什么？看着他这副模样，我嘴角勾起一抹冷厉的弧度。我想干什么？你难道不知道吗？我逼近一步，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这个千年红衣厉鬼。赤霄心里咯噔一下，但还是不甘心，继续用那副楚楚可怜的表情望着我，声音软糯。我修炼了千年，好不容易才到今天这个地步，你要是抽干了，我就真的魂飞魄散了。他说着，眼角还滑落一滴清泪，这模样换做旁人恐怕早就心软，但我只是冷笑一声。修炼千年，我捏住他雪白的下巴，强迫他抬起头。那你刚才在小树林里想掏我心肝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的不容易？你串通二婶给我下套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手下留情？赤霄语塞，手腕一翻，一张散发着幽暗紫光的卡牌瞬间出现在掌心。检测到目标诡异已同意，诡异卡组封印启动。还没等赤霄反应过来，卡牌瞬间化作紫黑色漩涡，爆发出恐怖的吞噬力。这是什么鬼东西？赤霄大惊失色，拼命想要挣脱。你这个卑鄙的人类，你不讲武德。但无论他如何催动阴气，在绝对的规则之力面前，都如同蚍蜉撼树。嗖，紫光闪过，千娇百媚的红衣女鬼瞬间被吸入卡牌之中，牌面上立刻浮现出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像，正是穿着暗红旗袍的赤霄。这一波操作快如闪电，龙国直播间里的观众全看傻了眼。卧槽卧槽卧槽！我看到了什么？灵神把红衣女鬼给封印了，那张卡牌是什么鬼？也太牛逼了吧！灵神，我不光要吞噬你，还要把你打包带走。别人玩怪谈求生，灵神在玩诡异宝可梦了，就决定是你了。赤霄，此时在我的系统空间内，被同化的赤霄正经历着认知重构，灵魂深处的契约烙印让他彻底明白，他真的成了我的私有物，生死与夺皆在一念之间。当我再次将他召唤出来时，他已经完全没了之前的桀骜不驯，彻底认清现实后，赤霄心里反而松了口气，好歹命保住了，跟着我这么个深不可测的主人，说不定以后在惊悚世界还能横着走。而在龙国观众疯狂脑补时，日落国直播间里，号称神级侦探的约翰·夏洛特，凭借推理能力奇迹般的熬过了前面机关。此刻，他面前同样站着身穿暗红旗袍的角色女鬼赤霄。堂哥，夜深了。赤霄微微低头，声音温柔的出水。要不咱们早点歇息吧。约翰心里警铃大作，按照他研究的要不咱们早点歇息吧。约翰心里警铃大作，按照他研究的东方民俗，主动送上门的女鬼绝对有问题。他下意识后退一步，干笑道：“那个赤霄妹妹，我还有点事，要不你先休息。”赤霄抬起头，眼神幽怨：“堂哥，你这是嫌弃我吗？爷爷奶奶可是亲自做主，让我们今晚好好交流的。你要是拒绝，那就是不孝。”约翰心里咯噔一下，在东方副本里，不孝可是死罪。他咬了咬牙，自信有办法应对。那就依赤霄妹妹了。赤霄笑了，笑容妩媚，眼底深处却闪过一道猩红的光芒。Oh my god！ 难道我们的夏洛特侦探也要享受美人的服饰了吗？太棒了！这就是大不列颠绅士的魅力。日落国网友们正欢呼雀跃，然而下一秒，画面中传来的根本不是什么旖旎之音，而是男人撕心裂肺的凄厉惨叫。日落国的网友们彻底疯了，不，这不可能！我们的天选者怎么会死啊？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为什么？为什么他能在里面爽翻天？我们的天选者却被害死了。这游戏这绝对有黑幕。哀嚎还没结束，冰冷的通告声响彻全球。日落国天选者约翰·夏洛特确认死亡，死亡原因在洞房花烛夜被诡异新娘吞噬生机。日落国惩罚降临，国土面积再度缩小30，正在上空降临。现实世界中，日落国瞬间陷入人间炼狱，哀鸿遍野。而在龙国直播间里，网友们简直爽得飞起，哈哈哈，笑死我了！神级侦探就这，还想学我们灵神泡女鬼，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有没有那个金刚钻？就是我们灵神那是物理魔法双修的硬实力，你们那个侦探除了会耍嘴皮子还能干嘛？听完隔壁那凄惨的叫声，我在听咱们直播间的动静，简直是仙乐啊，爽，太他妈爽了！此刻，全球天选者存活数量锐减，就连被樱花国寄予厚望的阴阳师安倍雅之也是祭出了替死傀儡术，才勉强保命，修为大损。纵观全球，只有我真正用实力征服了这只红衣女鬼，把这个要命的 NPC 变成了随身充电宝。视角切回我的副本房间，经过长达3个小时的交锋，房间里的动静终于停歇。呼，我坐在床边吐出一口浊气，满脸惬意，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灵力，我心中暗爽，嘿嘿，辛辛苦苦修炼10年，还不如我直接吸一次红衣女鬼，这感觉太美妙了。现在的我，就算对上外面的诡异爷爷，也绝对有一战之力。辛苦了，好好休息吧。我满意的笑了笑，手一挥催动卡牌，一道紫光闪过，快要消散的赤霄被重新收入空间温养。这充电宝这么好用，也得注意保养，不能一次性用废了。我整理好衣服，推开窗缝看向屋外，好用，也得注意保养，不能一次性用废了。我整理好衣服，推开窗缝看向屋外，夜色死寂，墙上破旧挂钟的指针悄然指向了11点，快午夜了。我很清楚，除夕夜最可怕的禁忌年兽即将在午夜12点降临。我深吸一口气，转身推开了东厢房的木门，穿过天井，我直接来到堂屋。摇曳的惨
白烛光下，诡异爷爷和奶奶正端坐在八仙桌旁，看到我走进来，两张僵硬的脸上露出隐晦的惊愕。奶奶脸皮抽动了一下，试探道：“大孙子啊，你怎么出来了？你和赤霄那丫头感情交流的怎么样了？”我看着这两个心怀鬼胎的老家伙，嘴角勾起一抹灿烂的笑容，笑眯眯的给二老倒了杯茶。嗨，奶奶您就放心吧，我们交流的相当不错，我这不寻思出来透透气，顺便给您二老报个平安吗？听到这话，爷爷奶奶的大脑似乎宕机了一瞬。龙国直播间，灵神这波反向嘲讽，直接把两个老诡异的 CPU 给干烧了。爷爷奶奶到底是谁吸谁啊？剧本不是这么写的，笑死我了！爷爷奶奶，你这人礼貌吗？你特么礼貌吗？哈哈哈哈！你们太有才了！短暂的死寂过后，爷爷深吸一口冷气，强压震撼，捡起烟枪，僵硬地点了点头。好，好，那声音听起来有些咬牙切齿。既然你们俩看对眼了，交流的也很顺畅，那爷爷就放心了。话锋一转，大孙子，这大半夜的，外面阴气重，你还是赶紧回屋睡觉去吧，今晚别再出来了，好好睡一觉，明天还得早起拜年呢。奶奶也急切的连声附和。对对对，赶紧去睡觉吧，千万别在外面瞎晃悠。换做其他天选者，恐怕早就滚回房间蒙头大睡了。但我心里却瞬间冷笑，这又是个陷阱。除夕夜有一个铁律，守岁，全家人点亮灯火，熬夜不眠，才能熬走年兽。如果我乖乖回房睡觉，等于主动放弃庇护，午夜一到绝对会被年兽当成点心嚼了。所以我并没有回房，而是似笑非笑的看着二老。爷爷奶奶，您二老这记性可不太好啊，今天可是除夕夜啊，您二老是不是忘了还要叫全家人一起来堂屋守岁呢？此话一出，堂屋温度骤降，爷爷和奶奶脸上隐晦的浮现出恼怒与不甘，目光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但我是按规则行事，长辈强行下手就是违规。于是爷爷立马换上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狂飙演技。哎呦，你看我这脑子，老糊涂了，真是老糊涂了。奶奶也一拍大腿，顺坡下驴，可不是吗？幸亏大孙子你提醒，不然咱们家可就坏了老祖宗的规矩，忘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了。来来来，赶紧的，把大家都叫出来，咱们一家人好好守岁。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站起身，嘴角挂着一抹玩味。好嘞，那我现在去叫赤霄妹妹，她刚才累坏了，我得去搀扶着她点儿。说完，我转身走出了堂屋，回到东厢房，我拿出诡异卡牌，将赤霄释放出来，紫光闪过，赤霄重新出现。经过卡牌空间的短暂温养，他原本半透明的魂体凝实了一些。赤霄刚一落地，就立刻恭恭敬敬地跪伏在我脚边。他低垂着眉眼，声音软糯谄媚，哪里还有半点千年厉鬼的嚣张气焰？我观察了一下他的状态，心里暗叹卡牌的好用。你恢复的怎么样了？赤霄吓得浑身一哆嗦，赶紧回答：回主人的话，多亏了主人的孕养庇护，奴家已经恢复了一成阴气，虽然还不能战斗，但勉强维持人形是不成问题了。我挑了挑眉，很好，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一会儿跟我出去守岁，装作跟我很恩爱的样子，听懂了吗？不要让其他诡异看出破绽。赤霄闻言连忙点头，奴家明白，奴家一定配合主人，绝对不会露出任何破绽。我满意的松开手，好了，起来吧，走吧，出去会会那帮老鬼东西。当我搀扶着赤霄重新回到堂屋时，诡异亲戚们已经陆陆续续聚齐。二婶一看到我们，眼珠子转了转，立刻阴阳怪气的笑了起来。哎呦呦，瞧瞧这小两口，这都快粘成一个人了。二婶表面上在开玩笑，实际上却在疯狂打量我。然而赤霄此时极其配合的将脸埋进我的胸口，做出一副羞涩难当的模样。二婶，您别打趣我了，林远哥的他太厉害了。此言一出，堂屋里的诡异们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龙国直播间瞬间炸了锅，大家都以为我会遭殃，结果反倒是一个红衣女鬼连路都走不稳了。二婶愣了好几秒，才挤出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爷爷坐在主位上，表情复杂的咳嗽了一声。好了好了，都别站着了，都坐下吧，守岁就要开始了。众人纷纷落座。就在这时，我脑海中响起了系统提示音，叮，检测到宿主成功完成隐藏民俗礼仪，除夕全家守岁，恭喜宿主获得普通抽奖次数 X1，是否立即抽取？我心中一喜，在这即将面对年兽的生死关头，多一张底牌就多一份活下去的保障。立刻抽奖，意识空间内青铜轮盘飞速旋转，随后一道璀璨的金光照亮了我的精神之海。叮，恭喜宿主成功抽取金光罡气，周身绽放金色光芒，形成护体罡气，完美防御一切诡异物理攻击，自带100反弹诡异精神污染效果。看着面板介绍，我差点爆粗口，竟然是金光罡气！立刻学习金光罡气。叮，恭喜宿主金光罡气已满级领悟。我睁开双眼，眼底金芒一闪而逝。五雷阵法主攻，金光罡气主法主攻，金光罡气主防，这两者结合简直是完美互补。就算是恐怖无比的年兽，我此刻也有了底气。我转头看向窗外，夜色浓黑，隐约间有什么东西正在悄悄靠近。龙国指挥中心里，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所有人都死死盯着屏幕，等待着除夕夜极重要的民俗仪轨。咚，一声沉闷悠远的钟声从村落深处响起。午夜12点到了，几乎是同一时间，远处天际突然涌现出大片红色云层，仿佛有无数狰狞巨兽在其中咆哮。吼！一声震天动地的嘶吼撕裂了死寂的夜空。我猛地抬起头，透过半开的窗户望去，红色地天幕下，几道庞大如小山丘般的黑影正踩着房屋的飞檐迅速逼近。他们长着尸首独角，浑身覆盖着暗红色鳞甲，每一双眼睛都像燃烧着地狱业火的灯笼。更要命的是，这玩意儿不止一头，一头、两头、三头、四头，足足4头体型庞大的年兽，直接将这座四合院团团包围。直播间瞬间陷入绝望。卧槽！樱花国和毛熊国面临的明明只有一头怪物，为什么咱们这边有4头？怪谈世界直接把仇恨值拉满了，这是要把灵神往死里整啊！面对一头概念级怪物已是十死无生，4头齐聚，这还怎么玩？副本内，我的心中微微一凛，门外那4头年兽传来的
的恐怖气息，绝非普通高级诡异可比。我下意识看向八仙桌旁的诡异家人们，这一看，心里顿时有数了。刚才还嚣张的爷爷，此刻握烟枪的手哆嗦个不停，青色的浊气吓得缩回了鼻孔，连乖巧坐在我身边的赤霄也吓得紧紧攥着我的衣角。看来这些诡异也怕年兽。在除夕夜的规则里，年兽同样吞噬诡异。砰砰砰，沉重的脚步踏在屋顶，四头年兽猩红的目光锁定堂屋，他们张开巨口，粘稠的咸水滴落在青石板上，瞬间腐蚀出坑洞，不能坐以待毙。我眼神一灵，瞬间想起关于年兽的传说，怕红，怕火，怕巨大的炸响。赤霄在屋里待着别动。我低喝一声，没有丝毫犹豫，抓起大集上买的鞭炮，一把拉开堂屋木门。大孙子，你疯了！身后的诡异奶奶发出一声尖锐惊呼。我独自立于寒风中，面对院墙外探进来的4颗巨大兽头，冷笑一声，孽畜，大过年的，给你们听个响！只见金光一闪，真气之火瞬间点燃引线，我双手猛扬，将2串长长的红鞭炮如狂舞的长蛇般直接甩向半空，噼里啪啦，震耳欲聋的炸响在黑夜中爆开，红色火光如同怒放的红莲，在院内闪烁不息。嗷呜！距离最近的年兽首当其冲，被刺目的红光与怒放的红莲在院内闪烁不息。嗷呜！距离最近的年兽首当其冲，被刺目的红光与巨响吓得浑身一哆嗦，哀嚎着倒退了10几米。其余3头也被这阵仗震慑，加上大门上贴着刺眼的红彤彤春联，硬生生被逼得不敢跨进院门半步。果然，年兽天生畏惧这3样东西的规则绝对成立。龙国直播间瞬间沸腾，卧槽牛逼，灵神牛逼，卧槽！原来这就是灵神之前非要花钱买鞭炮和春联的原因啊！未雨绸缪，算无一策，这就是满级大佬的预判吗？然而我的眉头并未舒展，随着2串鞭炮燃尽，最后一声闷响过后，火光彻底熄灭，天井再次陷入黑暗。我暗骂一声，奶奶的，资金有限，当时买的鞭炮还是太少了。若是资金充裕，我能炸到他们怀疑人生，但现在物理驱邪的手段已经用完。4头年兽再次探出狰狞头颅，眼中红光越发暴虐，仿佛察觉到了猎物黔驴技穷。他们一步步重新围向院落，我不敢拖大，一个闪身退回堂屋，反手死死拴上木门。年兽为宅，但我并不慌乱，因为除夕夜还有第2条规则，守岁。只要一家人整整齐齐聚在堂屋，保持清醒，阳气不散，年兽就无法强行突破规则侵入屋内。你们必须都打起精神来。我转过身，对着屋内的诡异亲戚厉声喝道：如今我们都在一条船上，不想被外面的畜生当点心嚼了，今晚就谁也别闭眼。诡异家人们恐惧的点头。春节怪谈中，年兽专吞阴邪之物，哪怕是千年邪祟，在他面前也只有沦为食物的份。他们确实和我绑在了一条船上。于是所有人围坐一圈，互相监督着不能睡着。然而过了1炷香左右，一丝淡淡的香气顺着缝隙悄无声息地飘进堂屋，那味道甜腻中带着一丝令人眩晕的麝香。香气刚一入鼻，我便感到一股无法抗拒的疲倦感如潮水般涌来，眼皮瞬间像灌了铅般沉重，好困，好想睡觉。我立刻反应过来，这是年兽释放的精神污染，他想用催眠香气瓦解防线，只要我们睡着，守岁规则便会打破。不好！我猛地咬破舌尖，借剧痛换来一丝清明，璀璨金光瞬间包裹我身躯1丈之内，净化了所有负面状态。金光罡气能100%反弹一切诡异精神污染。我眼底金芒流转，彻底清醒，可转头看向四周，心头却顿时一沉。我有金光护体，但诡异亲戚没有。只见主位上的爷爷脑袋耷拉到胸口，奶奶的脸砸在桌上，二婶四仰八叉的躺在长凳上，连一旁的赤霄也闭着美眸。门外年兽的威压已贴在门板上，守岁规则正在崩溃。妈的，一群猪队友，都这时候了，这些死鬼是怎么睡得着觉的？都给我起来！我可不会惯着他们。直接冲到距离最近的二婶面前，清脆响亮的大嘴巴子声在堂屋响起，这一巴掌带了一丝雷法阳气，剧痛与雷法灼烧让二婶从催眠中疼醒，发出了惨叫。但这还没完，我看都不看他一眼，一个箭步冲向一旁，赤霄7岁的诡异妹妹小铃铛正趴在椅子上流着哈喇子睡得香甜。对待熊孩子，我更是没有丝毫心理负担。小丫头片子，年纪轻轻你是怎么睡得着觉的？赶紧给我滚起来背英语单词！哇！小铃铛顿时发出了哭喊，好痛呜呜！一时间，整个堂屋彻底乱套了。我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巴掌机器，逢鬼就扇，见鬼就抽。那些再次陷入昏睡的叔叔大爷们，全被我狂风暴雨的巴掌强行扇醒。清脆的耳光声夹杂着诡异们愤怒的咆哮，痛苦的哀嚎与小女孩的哭闹，让整个堂屋内充满了欢快的氛围。看到这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的一幕，龙国直播间里的观众在短暂的呆滞之后，彻底笑疯了，哈哈哈哈哈哈！救命！我的肚子要笑痛了！神特么物理叫醒服务，灵神这大嘴巴子扇的也太有节奏感了吧！就这样，在我的物理守岁大法干预下，堂屋里的诡异们不仅无法入睡，反而一个个被扇得嗷嗷直叫。他们看着我身上的金光，敢怒不敢言。毕竟一旦睡着，年兽就会突破规则，把全家一锅端。所以我这大孙子还真是在帮他们。诡异们只能捂着红肿的脸颊痛苦哀嚎，顺带制造噪音。在这种喧闹声下，屋外的4头年兽烦躁不堪，找不到防线破绽。在我不加停歇的攻势下，这群诡异嚎叫了大半夜，1秒钟都没能合眼。其实我还有对抗年兽的底牌门神卡，但这道具只能用1次且有时限，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既然靠山巴掌就能制衡，那就让这群诡异多受点苦，反正他们也不是什么好鸟。视角转到樱花国腹
本，被寄予厚望的阴阳师安倍雅之，此刻陷入了生死危机。他不懂除夕守岁必须全家团聚的规则，为躲避诡异纠缠，早早躲回了偏僻厢房。更要命的是，刚用替死术从赤霄的侵夺下逃生，他此刻灵力枯竭，午夜钟声敲响，因为他孤身一人，没家人陪伴，也没贴春联。年兽毫无阻碍地撞破院墙，出现在厢房门外。虽只有一只，对现在的他来说却无异于死神降临。八嘎，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安倍雅之看着破窗而入的狰狞头颅，连连后退，强忍虚弱，掏出纸人弑神，几张纸人化作灵犬扑去。然而年兽只是张开大口一吞，弑神便在半空中粉碎殆尽。那你，安倍雅之绝望了。年兽低吼一声，朝之绝望了。年兽低吼一声，朝着他咬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叮，接收到来自樱花国指挥部的场外提示：雅之君，快想办法制造红色和巨大的声响。这种怪物叫年兽，它怕红，怕响，怕家人团聚。眼看他要命丧黄泉，樱花国指挥部动用了珍贵的提示机会，这全是从龙国直播间抄来的作业。接收到情报，安倍雅之恍然大悟，怕红色，怕响声，生死关头他反应极快，猛地咬破舌尖，一口心脉气息喷在仅剩的高级起爆符上，符纸瞬间化作赤红。赤爆阵，给我破！他不顾一切将起爆符扔向年兽面门，轰隆隆，爆炸在狭小厢房内轰然炸开，刺眼红光混合轰鸣，产生强烈冲击波。年兽双眼被灼痛，发出一声怒鸣，被逼退到了院子里，狂躁甩头。樱花国直播间，无数闭眼等死的观众激动的痛哭流涕。优西，优西啊！司国一，雅之大人万岁！看到了没有？这就是我们大樱花帝国的底蕴，连规则怪谈里的 BOSS 级怪物都能击退。八嘎，刚才谁说我们要失败的？站出来挨打！大樱花帝国战无不胜，雅之大人是无敌的。就在他们高潮迭起时，一批龙国网友顺着网线溜达过来，毫不留情的群嘲：切，一群阴畜，瞧把你们给弄的，不过是抄我们灵神的作业，有什么可骄傲的？真傻逼！我们灵神半个小时前就把4头年兽给逼退了，你们这面对1头还在那自我高潮呢，有本事再去抄我们灵神的高端操作啊！山逼都驱鬼大法，雅之小儿，你敢吗？这番毒舌输出，顿时给樱花国直播间干沉默了。抄作业怎么抄？我这个被他们视为开挂的龙国天选者，根本不是在求生，而是在开无双。我把那群恐怖的诡异亲戚按在长凳上，排着队轮番狂扇巴掌，谁敢学，谁学谁死啊！八嘎，龙国这个天选者绝对是开挂了，对，这是作弊。我们大樱花帝国不稀罕抄这种外挂玩家的作业，只要雅之大人能活过今晚，我们依然是积分榜的前列。对，雅之大人可是家族100年难遇的天才，他一定有办法熬过去的。他们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疯狂自我催眠，却忘了这一次是死亡率近乎100%的4星地狱级副本。副本中，安倍雅之大口喘着粗气，门外的年兽没离开，贪婪的咆哮在院内回荡，他在等火光熄灭，而雅之体内的灵力已彻底枯竭，之前伤了本源，刚才那一下更是让他油尽灯枯。雅灭蝶，乌里蛙是全村的希望，绝对不能死在这里。龙国网友看着这一幕，哈哈哈，神特么全村的希望，我看是全村准备吃席的希望吧。准备开席了，我要去做小孩。全村准备吃席的希望吧。准备开席了，我要去做小孩那桌。起爆符的火光快灭了，兄弟们，准备开香槟了。终于，当燃烧的火光摇摇欲坠之时，年兽猛地撞击墙壁，破败的厢房轰然倒塌大半。年兽眼中闪烁着戏谑，如玩弄老鼠的恶猫，享受着猎物临死的恐惧。看着越来越近的獠牙，安倍雅之眼中闪过疯狂决绝。八嘎，滚开啊！他双目赤红，状若厉鬼。嗷呜！年兽被这疯狂举动镇住，那片刺眼的猩红和尖叫让他感到本能的厌恶。受规则压制，他无法强行靠近那片区域，在院子里焦躁徘徊几圈后，最终不甘地跃出院墙，消失在夜色中。厢房里，失去左臂的雅之如烂泥般瘫倒。为了活命，他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活下来了。但这只是第一晚，明天呢？樱花国直播间陷入了死寂，哪怕人活下来了，偷看龙国直播间的对比更是让他们极度发狂，笑死！我们灵神在扇诡异大耳瓜子，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雅之君，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献祭方式。年兽谢邀，人在东瀛，这味太腥臭了，先告辞。友情提示：春节副本还有好几天呢，雅之明天早上还要去给诡异长辈拜年，这怕是要当场开席了。大家先把份子钱随一下，哈哈哈，笑死我了！看着满屏杀人诛心的嘲讽，樱花国观众气得发抖，却无从反驳。视线回到我的副本，随着天边第一缕晨光洒在四合院天井里，院外那4头徘徊了一整夜的年兽，终于发出几声不甘低吼，化作黑烟消散。除夕夜熬过去了，守岁成功。堂屋里，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甩了甩自己已经酸痛无比的右手，呼，这体力活还真不是人干的。我揉了揉手腕，看着眼前一个个被扇得找不着北的诡异亲戚、诡异爷爷、奶奶、二婶，还有那几个叔伯，此刻全老老实实缩在墙角，脸上都顶着红肿如馒头的巴掌印。二婶和熊孩子小铃铛更是被扇成了2个滑稽的猪头。赤霄早被我收进卡牌空间充电去了。这群平时作威作福的诡异亲戚，正用夹杂恐惧与仇恨的目光死死盯着我，恨不得扑上来将我撕碎。奇耻大辱啊！身为诡异，他们居然被一个人类当成陀螺抽了一夜的大耳瓜子。诡异爷爷最先站起身来，爷爷指着我的鼻子，枯瘦的手指都在发抖。大过年的，你竟然敢对长辈动手！爷爷试图用不孝这顶大帽子来触发死亡规则，好将我当场抹杀。周围的诡异一听，眼中顿时闪过恶毒的凶光，纷纷向前逼近。然而，面对这群随时可能暴走的诡异，我却无辜地眨了眨眼睛。啊，爷爷，您在说
说什么呢？我摊开可能暴走的诡异，我却无辜的眨了眨眼睛。啊，爷爷，您在说什么呢？我摊开双手，语气诚恳。昨晚发生了啥？我反正一点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咱们一家人高高兴兴的坐在这里守岁，然后我不小心睡着了。等我一觉醒来，天就亮了。打人？谁打人了？我可是咱们村出了名的孝子啊！听到我这番厚颜无耻的狡辩，诡异亲戚们气得差点当场魂飞魄散。忘了，你左右开弓扇了我们一晚上，手都扇出残影了。现在说忘了，你放屁！二婶尖叫着跳了出来。你看我这脸，你看小铃铛这脸，这难道是自己肿起来的吗？小铃铛疯狂点头，贪婪的舔舐着尖牙。就四，我的念就四，你打的，你要把馊子给我刺。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不然……二婶的话还没说完，我的脸色突然一变，人畜无害的笑容瞬间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杀机。滋啦，一道刺目的蓝白色雷光在我掌心中跳跃起来，紧接着一圈璀璨的金色罡气从我体内爆发，将堂屋映照的金碧辉煌、至刚至阳的恐怖威压，犹如泰山压顶般狠狠砸在所有诡异头顶。不然怎样？我往前走了一步，眼神睥睨。我说了，昨晚发生了什么？我忘了。我盯着二婶，声音冷酷。如果你们非要找事，非要纠结昨晚的细节，那我也不介意。现在就送你们全部上路，让你们去地府里好好回忆回忆。我的目光扫过每一个诡异，嘴角勾起冷笑。你们以为我留着你们过年，是因为我打不过你们吗？错了，我只是怕把你们都宰了，会引起副本规则的异变，给自己惹麻烦而已。在感受到足以将他们瞬间抹杀的雷霆之力后，所有诡异吓得如坠冰窟。他们终于意识到，我根本不是任由拿捏的食物，而是个随时能掀桌子的活阎王。而且我的话戳中了软肋，他们受制于规则，也怕死，真把我逼急了。一发神雷下来，他们全得灰飞烟灭。堂屋里死一般寂静，看着我手中越来越狂暴的雷光，爷爷硬生生的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哎呀，大孙子，这都是误会啊！大过年的，快把这雷收了，别伤了和气。爷爷年纪大了，这脑子确实不太好使。爷爷摸了摸肿得像馒头的老脸，干巴巴的笑道：仔细一想，昨晚确实没发生什么事，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守岁，多好啊！呵呵呵。一旁的奶奶也是个老戏鬼，赶紧帮腔。对，老头子你就是糊涂了，大孙子啊，你别往心里去。奶奶这脸啊，跟昨晚的事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因为咱们村里的蚊子太多了，这大冬天的蚊子也毒。你看看，把奶奶咬的这大包，哎呦，真是痒死我了。奶奶一边说，一边装模作样的挠了挠肿胀的脸颊。二婶虽然憋屈的要死，但看着雷光也只能屈辱低头。边装模作样的挠了挠肿胀的脸颊。二婶虽然憋屈的要死，但看着雷光也只能屈辱低头。是啊，这蚊子可真够大的。大侄子，你昨晚睡得香，没被蚊子咬着吧？二婶顶着个猪头，笑得比哭还难看。来，大家都散了吧，大年初一的，都别在这杵着了，准备吃早饭去。龙国直播间，哈哈哈哈哈哈！神特么蚊子叮的包，我滴个乖乖。这是哪门子的变异蚊子，能叮出五指印来？爷爷，只要我怂得够快，雷法就劈不到我。灵神，这副本的 NPC 还怪懂事的嘞，物理失忆大法，专治各种诡异不符，前有指鹿为马，今有执掌为文。灵神这波操作，我愿称之为千古绝唱。欢快的笑声回荡在直播间。樱花国副本，安贝雅之正拖着失去左臂的残躯，艰难地从厢房里爬出来。他奄奄一息，面前正站着一群满脸阴森笑容的诡异亲戚。哎呦，好侄儿，你怎么伤成这样了？大年初一的第一天，按照规矩，你还得挨家挨户去给长辈们磕头拜年呢。来，叔叔扶你起来。看着步步紧逼的诡异，安贝雅之眼中充满绝望，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更别说去应付接下来杀机四伏的拜年。龙国副本，堂屋里的气氛在我的失忆大法下变得和谐起来。顶着满脸巴掌印的诡异亲戚们如同双打的茄子。既然大家都觉得昨晚睡得很香，那我就先回屋洗把脸了。大年初一的，等会儿咱们还得开开心心的去拜年呢。我掸了掸卫衣上的灰尘，双手插兜，溜溜达达回到了东厢房，只留下一群诡异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是啊，关上房门，我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神清气爽。昨晚扇了一夜耳刮子，确实有点疲惫，不过我可是有现成的充电宝呢。龙国直播间，赤霄妹妹实惨，堂堂红衣厉鬼，彻底沦为灵神的随身充电宝了，笑死我了！你们快去隔壁樱花国直播间看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雅芝在求生，灵神度假，这就是世界的参差吗？哈哈哈！雅芝桑看到了，估计得当场气得吐血3声吧。龙国观众此刻比过年还要高兴，以往8次诡异怪谈全部失败的憋屈感，在我这里全烟消云散了。就在这时，我脑海里突然响起了系统的声音：叮，检测到宿主成功完成除夕夜核心民俗仪轨守岁，在您的英明领导与物理干预下，全家人鬼团结一心，成功抵御年兽侵袭，共度难关。恭喜宿主达成隐藏成就，守岁之王，获得奖励高级抽奖次数 x1，是否立即抽取？我眼睛一亮，系统还真懂我，总在关键时刻送温暖，立刻抽奖。我在心中默念，意识深处，青铜轮盘疯狂旋转，最后缓缓停下，一道七彩光芒瞬间照亮了整个意识空间。恭喜宿主成功抽取 SSS 级神话物品聚宝盆，物品已自动存入系统空间，可随时取用。聚宝盆，我心中猛地一跳，赶紧点开详细属性面板，名称聚宝盆 SSS 级，功能1。俗话说聚宝盆中不缺钱，宿主可将惊悚世界的流通货币鬼币投入盆中供养，放置1夜，第2天清晨即可生出丰厚的奖励。功能2，怪谈世界中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污染，宿主可将任何普通食物或被诡异污染的物品放入盆中，聚宝盆将自动驱散其污染，使其变为纯净之物。隐藏功能，在进化过程中有极小概率触发点石成金效果，使普通物品突变为具备特殊效果的神奇道具。备注：聚宝盆已绑定宿主灵魂，不可掉落，不可被掠夺。看完介绍，我顿时一喜，神器啊！鬼币的购买力我昨天已深有体会，没钱寸步
难行，更别提净化污染功能。这意味着我再也不用碰那些令人作呕的诡异食物了。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我心念一动，一个雕刻着金铲土钱的古朴铜盆出现在系统空间中。我掏出昨天采购剩下的420块鬼币，一股脑全丢进聚宝盆里，哗啦啦，鬼币被金光包裹，安静地沉入盆底。钱放进去了，再试试净化功能。我起身扫视屋子，走到木桌前，目光落在桌角的针线框里，那里插着一把生满铁锈的破剪刀，这也丢进去试试运气，看看能不能点石成金。我一把抓起剪刀，同样投入聚宝盆内。龙国直播间，是我眼花了吗？林神手里的苹果和剪刀去哪了？我也看到了，就像是魔术一样，凭空消失了。这特么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袖里乾坤？卧槽，绝对是空间储物法宝。收好东西后，我拍了拍手，走吧，咱们该出去给爷爷奶奶请安了。清晨的怪谈村落依旧笼罩着阴霾，堂屋桌上摆着一盆热气腾腾的饺子，皮薄的透明，能清晰看到里面包裹着的骇人诡异之物，散发着浓郁阴气。爷爷奶奶坐在桌旁，脸上巴掌印依旧能看出昨晚战况的惨烈。看到我搂着赤霄走进来，两个老诡异眼中闪过一丝掩饰不住的怨毒，但很快被虚伪的笑容取代。大孙子醒了哟，赤霄丫头也在呢，快来快来，趁热吃饺子。奶奶指着那盆地狱料理，这可是奶奶一大早亲手包的，大年初一吃饺子，交好运呢。哎呀，奶奶，我这人早胃口不好，吃不了这么油腻的东西。说着，我手腕一翻，一颗红苹果凭空出现在手中，正是刚才被聚宝盆净化过的灵气苹果。我吃个苹果就行了，寓意平平安安吗？看着我手里散发纯净灵气的苹果，周围的诡异们都忍不住咽了口唾沫，他们能感觉到其中蕴含的精纯力量。咔嚓，我狠狠咬了一大口，汁水清脆甘甜，更有一丝温润的灵气滋养着五脏六腑。我嚼了2下，故意将剩下的一半递到赤霄唇边，来，媳妇儿，你也吃一口，补补身子。此时的龙国直播间里，亿万单身狗观众遭到了暴击。卧槽，大清早的，我特么来怪谈直播间吃狗粮，灵神不当人子啊！当着诡异和全国观众的面撒狗粮，这该死的甜美，为什么我有点羡慕灵神了？哈哈哈！灵神这波反客为主，直接把2个老诡异给整不会了。爷爷看着我嚣张的模样，气得牙根痒痒，但偏偏吃苹果不违反规则，他强压怒火，重重放下烟枪。嗨嗨，行，大孙子你吃好了就行。爷爷清了清嗓子，语气严肃起来。今天是初一，按照咱们村里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这新年的第一天，晚辈必须得出门去给村里的长辈们拜年，这叫走动，走动，走动，这一年才能顺风顺水。一旁的奶奶心领神会，眼里闪烁着恶毒的光芒。是啊是啊，大孙子，你常年在城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这规矩可千万不能废了。奶奶掏出一张写满血字的黄纸递给我，这是村里几位最德高望重的长辈的住址，村西头的王叔，村东头的李婶，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得去给咱们村的村长拜个早年。说完，2个老诡异不动声色地对视了一眼，他们的内心此刻肯定在冷笑不已。小畜生，你在我们家里嚣张算什么本事？既然我们治不了你，那就让村里的规矩来治你。村长可是咱们村唯一的鬼王级存在，他最恨的就是外乡人和不懂规矩的晚辈。那村里的拜年规矩，一步一个坑，步步皆是死局。就算你会那种克制我们的雷法又怎样？只要你触犯了别的诡异的规则，甚至敢在拜年的时候动手杀鬼，那就必定会触发整个春节副本的终极一点。到时候规则的无上伟力降临，就算是神仙下凡，也得被碾成肉泥，你就等死吧。看着他们极力掩饰的阴险表情，我哪里不知道这2个老家伙在憋什么坏屁？借刀杀人，规则杀。我心中冷笑，前世作为龙国人，拜年这套流程的弯弯绕绕我可是门清，想坑我太天真了。我接过黄纸揣进兜里，掸了掸衣服，露出灿烂的笑容。爷爷奶奶放心，咱们龙国人最讲究的就是尊老爱幼，拜年这种传统美德，孙儿怎么敢忘？媳妇，走吧，咱们去给全村的乡亲们好好的拜个年。赤霄看着我似笑非笑的眼，好的，拜个年。赤霄看着我似笑非笑的眼神，在心底为全村诡异默哀了3秒。他有预感，这个大年初一，怪谈村落里的诡异们恐怕要倒大霉了。我牵着赤霄，刚走出4合院大门就停下脚步。拜年这事儿，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还未恢复，先回卡牌里好好休息，把电充满。赤霄闻言，俏脸顿时一红，美眸里闪过一丝又羞又怯的神色。赤霄乖巧地点了点头，村里的那些长辈没几个是好东西，他现在心里已完全向着我，忍不住出声提醒，尤其是村东头的李婶。说到这里，赤霄语气里竟带着丝醋意，最会魅惑人了，你可别被他迷住了。我闻言忍不住笑出声来，双手插兜，溜溜达达朝村口走去。拜年嘛，必须带年货，空手上门叫不懂事，我得先去置办点。村口大吉，阴风阵阵，纸钱飞舞，奇形怪状的诡异摊主正吆喝着招揽生意。新鲜的秘制叉烧包，刚出锅的，祖传的老婆饼，里面真有老婆的那种哟。来看看啊，刚从土里刨出来的古董，买回去镇宅保平安。我穿着卫衣牛仔裤，双手插兜出现在集市入口。当那些摊主看清我的脸时，整个集市骤然一冷。卧槽，是那个煞星，是昨天那个会错雷的人类。昨天就是他50块钱买走了老鱼鬼的血龙里，还白嫖了鸟哥一只怒禽鸡。快把好货都藏起来！一瞬间，原本热闹的集市鸡飞狗跳，摊主们手忙脚乱把之前东西往底下塞。我看到这一幕，忍不住乐了。哟，各位老板，早上好啊！那些摊主浑身一僵，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早啊，您又来采购啊？呵呵呵，今天的天气真不错。我扫了眼摊位，好货全藏了，净剩些烂苹果、发霉点心，但我无所谓，拜年嘛，意思到了就行。这个怎么卖？我走到水果摊前，拿起个长满绿毛的烂苹果，长着羊头的摊主吓得直哆嗦。不要钱，您看上什么直接拿。我皱起眉，那不行，我是讲规矩的人，该多少钱就多少钱。羊头老头都快哭了，昨天你把老鱼鬼吓得求饶时，怎么不讲规矩？但这话他不敢说。那您给1块钱得了。我眼睛一
瞪，1块，一个烂苹果你卖1块，你怎么不去抢？羊头老头傻眼了，不是您让我报价的吗？我掏出一张皱巴巴的5毛鬼币，拍在案板上，5毛10斤，爱卖不卖？羊头老头憋屈极了，5毛买10斤，你特么不如直接明抢。看了看我那只随时能搓出掌心雷的右手，他只能无奈妥协，卖，我卖。我满意地点点头，把10几斤烂苹果全装进袋子。龙国直播间满屏弹幕，哈哈哈哈，绷不住了，这是怪谈求生，分明是菜市场恶霸，鬼，哈哈哈哈，绷不住了，这是怪谈求生，分明是菜市场恶霸，诡异。我当时害怕极了，灵神，只要我没有道德，就没有人可以道德绑架我。这砍价技术，深得我妈去菜市场买菜的真传啊，哈哈哈。接下来我就像个退休大爷，在每个摊位前讨价还价，一路逛下来，我拎着大包小包，总共花了不到10块。诡异摊主们欲哭无泪，却又不敢反抗，毕竟谁也不想尝掌心雷的滋味。我这也算遵循了问价必买，概不赊欠的集市规则，只是价格全被砍到了骨折。我提着年货，美滋滋走出大集，花了10块，看看我的聚宝盆里还有多少鬼币。卧槽，居然还有500块！意识沉入系统空间，我眼睛一亮，这才多久，聚宝盆就剩了90块奖励，嘿嘿，聚宝盆不愧是 SSS 级神器啊！照这速度，用不了多久就能彻底实现财富自由。正准备抽离意识，余光却瞥见聚宝盆里那把破剪刀，原本锈迹斑斑的表面推了大半，露出暗金色的金属光泽，刀刃上隐隐浮现出2条盘旋的金色蛟龙，这是要进化成为诡异道具了。我心中一喜，看来用不了多久就能收获第1件点化道具了。掏出爷爷给的黄纸，我看了看上面的地址，村东头李婶。我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世骁特意提到他最会魅惑人，这第一个拜访对象就有意思了。穿过阴森小巷，我来到一座还算体面的小院前，门口挂着白色纸灯笼，写着李宅。院门上贴着惨白的对联，上联守寡3年心如死灰，下联独居一室身似浮萍，横批谁来陪我。这特么是春联！直播间再次沸腾，第一次见到画风这么清奇的春联，别人家贴红春联辟邪，李婶家贴白春联招汉子，这寡妇有点意思。看着眼前的春联，我也有些无语，这也太直白了。不过毕竟是诡异世界，我走上前敲门，咚咚咚，李婶在家吗？晚辈林月给您拜年来了。是啊，院门缓缓打开，一股幽冷的香风从门缝飘出，脂粉味混着某种异香，诡异却又带着说不出的诱惑。门后站着个女人，看到她的瞬间，我眼皮微微一跳。她约莫30出头，鹅蛋脸，柳眉凤眼，一身素白色紧身旗袍。这李婶简直把俏字演绎到了极致，这极具冲击力的一幕瞬间引爆直播间。卧槽，这就是李婶！兄弟们把持住，那是诡异，当心没命哟！是林家的大侄子啊！李婶娇笑着，一双桃花眼在我身上肆无忌惮的打量，眼底深处闪过毫不掩饰的贪婪与垂涎。快进来，快进来！大年初一的还想着来看婶子，真是个懂事的乖孩子。敖林口微敞，面对这番热情招呼，我眼神微闪，迅速恢复了清明。区区蜘蛛精也想乱我心神。李婶过年好啊！我表面露出憨厚阳光的笑容，目不斜视的递上年货，这是家里的一点心意，不成敬意。李婶接过那些烂苹果捏香蕉，脸上的笑容丝毫不变。哎呀，大侄子太客气了，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他侧身将我往里让，来来来，进屋说话。我迈步踏进院门，余光瞥见角落里密密麻麻的红色丝线，红线交织成巨网，覆盖了整个院子上空，上面挂满了白色的茧。我瞳孔微缩，白茧里隐约能看到人的形状。李婶注意到我的视线，掩嘴轻笑：“大侄子别怕，那些啊都是婶子养的宠物，过年了，给他们也打扮打扮，喜庆喜庆。”我心里冷笑，但我脸上却笑得老实。李婶可真会过日子哟，大侄子的嘴儿可真甜。快进来说话，外面冷。进了堂屋，坐吧，婶子给你沏茶去。趁他去沏茶，我打量四周，心里有了计较。这李婶至少是个红衣级别的妖祟。大侄子来喝茶。李婶弯腰把茶杯放在我面前，动作勾勒出曼妙曲线。我端起茶杯轻抿一口，茶水泛着淡淡腥甜。我不动声色，暗中运转金光罡气，瞬间将入喉的诡异物质净化干净。李婶在我对面坐下，翘起2郎腿，动作慵懒中透着帅哟，正是好年纪呢。李婶眼波流转，像在看一盘美味的菜肴。在外面有对象了没？我笑了笑，刚有的，爷爷给我介绍的，叫赤霄，是我远房堂妹。李婶闻言，脸上的笑容丝毫不变。那个小丫头片子，她掩嘴轻笑，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屑。小丫头片子懂什么？男人啊，很多都喜欢婶子这种知冷知热、懂疼人的。大侄子，你说是不是？龙国直播间内，卧槽，这谁顶得住啊？丞相，我突然悟了，年少不知阿姨好，错把少女当成宝啊！不行了，我已经把持不住了，曹贼竟是我自己，哈哈哈！没事，我没那个实力，但我相信灵神的实力。铜雀春深锁2桥算什么？今天咱们灵神要单刷盘丝洞了。副本内，我看着眼前的女人，心里冷哼，就这么想吃我还想拿你刷道行吗？正准备敷衍，李婶红唇微张，一口粉色烟雾徐徐吐出，我心中冷笑，立刻暗中运转金光罡气，金光在体内流转，瞬间将毒素焚烧干净，负面状态一扫而空。但我并未声张，反而故意露出一副迷离的表情。李婶眼中闪过得意，知道猎物上钩了。大侄子，婶子这身衣裳好看吗？我迷离地点了点头，好看，婶子穿啥都好看。李婶满意的笑了，带着几分幽怨道：“哎，你说他走得早，这大过年的，家家户户都团团圆圆，就婶子一个人孤零零的，这心里苦啊。婶子家里那张木床腿有些松了。大侄子，
子，你年轻力壮的，愿不愿意留下来修修床腿啊？龙国直播间，卧槽卧槽卧槽，这特么是什么虎狼之词？这绝壁是个致命陷阱，快拒绝啊！灵神，我听到李婶的邀请，心中冷笑连连，这当然是个陷阱。若是失去理智答应留下，就会立刻沦为盘中餐；可若是义正言辞的拒绝，又会被副本判定嫌弃长辈，触发死亡规则，被当场撕碎，左右都是死局。不过我丝毫不怕，故意叹了口气，露出一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苦涩表情。婶子啊，您这真是太抬举我了，要是换做平时，侄儿就算拼了这条命，也得帮您把床腿修得结结实实的。可是我揉了揉老腰，一脸发虚的模样，您是有所不知啊，昨晚除夕夜，爷爷非让我跟赤霄妹妹入洞房，赤霄妹妹太热情了，侄儿现在就算是想帮您修，恐怕也是有心无力。听到我这番天衣无缝的推辞，直播间里的观众全都笑喷了。灵神这借口找得绝了，简直无懈可击啊！赤霄，我谢谢你啊，你清高，拿我当挡箭牌。果然，听到我搬出赤霄当挡箭牌，灵神脸上的媚笑瞬间僵硬，但很快他便掩嘴娇笑起来，那笑声尖锐刺耳，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寒意。赤霄那个小丫头片子，毛都没长齐。李婶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怨毒，猛地贴近我，眼白已变成了诡异的灰黑色。大侄子，你还是太年轻了，不懂婶子的好。话音落下，刷刷刷，屋内四面墙壁、天花板瞬间喷射出无数粘稠坚韧的白色蛛丝，眨眼间，整个房间被一层层密不透风的恐怖蛛网彻底封死，退路全无。既然大侄子没力气，那婶子就只好自己动手了。恰巧在这时，我脑海里突然响起系统提示音，叮，检测到宿主聚宝盆内带有鬼气的阴血剪刀已进化完成，恭喜宿主获得一级道具金蛟剪。道具介绍：由阴血剪刀经聚宝盆点化而成，融合了一丝蛟龙精魄。功效1，对诡异生物造成双倍伤害，无视防御。功效2，被金蛟剪击伤的诡异伤口处会残留一丝龙气，阻止其愈合。隐藏功效：金蛟剪对蜘蛛类、蛇类等阴冷爬行动物有额外克制效果，伤害提升300。使用方式：滴血认主后可随心念操控，剪刀可拆分化为2条金色蛟龙进行攻击，亦可合为一体施展必杀技。看完系统的介绍，我心中震惊，系统聚宝盆居然这么快就点化成功了。叮，聚宝盆的点石成金效果，触发概率全凭机缘，宿主今日气运亨通，故而瞬息功成。我恍然，旋即暗喜，这可是一柄专门克制邪祟的一级道具，对蜘蛛类更有300的伤害加成。这蜘蛛精李婶刚好撞枪口上了。看着面前逼近的妖物，我心念一动，一道金光瞬间从系统空间飞出，落入掌心。那是一把通体暗金色的剪刀，长约1尺，刀刃上雕刻着2条栩栩如生的金色蛟龙，龙首相对，龙尾缠绕，仿佛随时会活过来择敌而噬。一股至阳至刚的气息散发开来，周围的阴气瞬间被驱散。龙国直播间，卧槽，灵神手里什么时候多了把剪刀？刚才还没有呢。果然是袖里乾坤嘛。牛波一，你们看那把剪刀，好特么帅啊！众所周知，剪刀绝壁是专克兔四二的。堂屋内，诡异化的李婶已经发起了攻击，8条蛛毛在他身后展开，释放出无数蛛丝朝我涌来。蛛丝上沾着腐蚀性的毒液，滴落在地上，瞬间烧出一个个冒着青烟的坑洞。我嘴角的冷笑愈发浓烈，正好让我试一试金蛟剪的威能。说完，刀刃上雕刻的2条金色蛟龙仿佛活了过来，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龙吟。我目光一凝，对着铺天盖地笼罩而来的坚韧蛛丝随手一剪，咔嚓，那个需要耗费不少雷霆才能烧断的变异蛛丝，在金蛟剪面前宛如脆弱的豆腐。吃啦！漫天白色蛛网瞬间被一分为2，切口处光滑如镜，残留着至刚至阳的蛟龙真火，烧的蛛丝滋滋作响啊！蛛丝与李婶心血相连，这一下直接让他发出了凄厉的惨叫。这是什么法宝？看来这一级道具倒是名不虚传啊！我看着手里的金蛟剪，满意的掂量了一下，随后看向缩在墙角的李婶，表情变得有些玩味。别怪大侄子我不讲武德了。话音未落，我化作一道残影欺身而上，咔嚓咔嚓，金蛟剪在我手中化作2道金色的流光，在李婶身边疯狂飞舞。嗷呜！不要，大侄子快住手！堂屋里响起了李婶杀猪般的惨叫声。龙国直播间里的观众看到这一幕，直接炸开了锅。灵婶干得漂亮，继续剪，千万别停！在带有破煞龙气的疯狂摧残下，李婶终于撑不住了，扑通！李婶双腿一软，直接跪倒在我面前。呜！大侄子饶命啊！婶子有眼不识泰山，再也不敢了，求求你把那把剪刀收起来吧，太可怕了！呜呜！龙国直播间里也是哄堂大笑，太可怕了！呜呜！龙国直播间里也是哄堂大笑，这变脸速度，川剧大师来了都得递烟，物理除妖大法好哇！灵神这压迫感，我隔着屏幕都感觉到了。我居高临下的看着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李婶，现在知道怕了。李婶被龙气烫的一个哆嗦，拼命摇头，不修了，不修了。我嘴角勾起一抹玩味，你叫什么名字？李婶颤抖着声音回答，李思思，李思思，名字倒是挺贴切的。我打量着她狼狈的模样，虽然这只蜘蛛精刚才想杀我，但我可没打算就这么咔嚓了她。这可是红衣级别的妖精，要是炼化了她身上的气息，估计能再长10年道行。就这么杀了，岂不是暴殄天物？于是我收起金蛟剪，一把将地上的李思思拽了起来。大过年的，既然来都来了，哪有空手回去的道理？我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婶子刚才不是说卧室的床腿坏了吗？走，大侄子这就进去帮你好好修修。李思思闻言瞬间愣住了，难以置信的看着我，这个人类是不是疯
疯了？难道就不怕自己只是诈想，进了屋就把他吞噬吗？但看着我眼底毫不掩饰的火热与霸道，李思思没来由的打了个寒战。她突然有一种极度不祥的预感，还愣着干什么？带路啊！直播间又来又特么来，灵神真乃我辈楷模啊！本曹贼已经被灵神的操作震惊的说不出话，这特么是什么怪谈求生？哈哈哈！想看怪谈求生，还得去樱花国直播间。樱花国直播间画面中，勉强保住一条命的安倍雅之，此刻已虚弱无比。最致命的是，樱花国的场外提示机会昨晚已用光，今天的大年初一拜年任务只能靠自己，必须得活下去。乌里哇是整个大樱花帝国的希望。安倍雅之强撑着站起身，跌跌撞撞的走出偏房。按传统习俗，大年初一拜年不能空手。他本想去村口及时买点礼品凑个体面，但一摸口袋只剩10块钱鬼币。他带进副本的300鬼币，早就在昨天的任务中花的所剩无几。而且一想到集市上那些凶神恶煞、动辄伤人的诡异摊主，他就打了个冷战。以这副残躯去集市，怕是连当口粮都不够格。算了，大不了多磕几个头，说几句好话。长辈总不至于在新年第一天为难我一个残疾的晚辈吧？他自我安慰着，顺着村里土路径直来到村东头，停在了那座挂着白色灯笼的诡异小院前。院门上贴着那副让人浮想联翩的白色春联，守寡3年，心如死灰，独居一室，身似浮萍。雅之勉强读懂意思，心底浮现出一丝不祥预感。不过他只能咬牙敲了敲门：“李婶在家吗？晚辈安倍雅之给您拜年来了。”脚步声传来，院门缓缓打开，穿着素白旗袍的李拜年来了。脚步声传来，院门缓缓打开，穿着素白旗袍的李婶出现在门后。那惹眼的身影让安倍雅之都不由得看直了眼。哟，是大侄子啊！李婶原本挂着笑容，眼神习惯性往下瞟。然而当看到安倍雅之空荡荡的左臂时，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犹如附上一层寒霜。大年初一的，大侄子就这么空着手来给婶子拜年啊！李婶的声音透着股阴阳怪气，安倍雅之心里咯噔一下，赶紧90度鞠躬，冷汗直冒。李婶息怒，晚辈来的匆忙，实在是没有准备周全，还请您海涵。李婶冷哼一声，桃花眼上下打量着他断掉的左臂，废物！算了，大过年的，婶子也不好把你关在门外，进来吧。李婶侧开身子，留出一条缝。安倍雅之如蒙大赦，赶紧低头走进去。然而刚踏进院门，他就后悔了。院子半空密密麻麻拉满了红色诡异丝线，丝线上挂着一个个巨大的人形白茧，一股浓烈的死亡危机感瞬间笼罩心头。婶子，拜完年我就先回去了，不打扰您了。安倍雅之咽了口唾沫，转身想跑，砰！还没迈出步子，身后的院门轰然关死。李婶不知何时已挡在他面前。大侄子，急什么呀？李婶红唇微起，吐出一口粉色烟雾。婶子家里那张木床腿有些松了，你既然来了，就顺便帮婶子修修床腿再走吧。安倍雅之瞬间吓得魂飞魄散，这分明是要他的命啊！他惊恐地举起仅剩的右手，连连后退。婶子，您别开玩笑了，您看我这只有一只手，是个残废，这床腿我实在是不好修啊，您还是找别人吧，求您放我走吧。听到这番推脱，李婶脸上的伪装彻底撕碎。好你个不识抬举的小畜生！李婶美艳的脸庞瞬间扭曲，空手套白狼就罢了，居然还敢嫌弃老娘，你分明就是看我一个寡妇好欺负，一点长幼尊卑的礼数都不懂。既然这样，那就留下来当我的年货吧。话音刚落，刷刷刷，无数道坚韧如钢丝的白色蛛丝从李婶背后的猪毛狂喷而出，铺天盖地的朝着安倍雅之包裹而去。樱花国直播间里彻底炸开了锅。雅灭蝶，雅之大人快跑啊！八嘎，这个女鬼太不讲理了，没带礼物就要杀人吗？这可是红衣级别的怪物啊！雅之大人现在连一个式神都召唤不出来了。樱花国副本内铺天盖地的白色蛛丝如同致命的罗网，瞬间将断臂的安倍雅之缠绕其中。雅灭蝶，安倍雅之发出了绝望的惨叫，那坚韧的蛛丝上附带着强烈的麻痹毒素，瞬间侵入四肢百骸，让他很快失去控制。李婶那张美艳的脸庞在蛛网外若隐若现。跑啊，大侄子，你怎么不跑啊？他娇笑着靠近过来。大年初一的，正好隐若现。跑啊，大侄子，你怎么不跑啊？他娇笑着靠近过来。大年初一的，正好给婶子当腊肉开胃。绝境之下，安倍雅之深吸一口气，准备使用最后一张底牌。乌里哇是大樱花帝国的希望，绝对不能死在这里。刹那间，一股黑色的妖气从木雕上爆发出来，一声闷响，被蛛网包裹的安倍雅之瞬间变成一具残破木偶，而他的真身则在一阵扭曲的黑雾中瞬移到了10米开外的院墙角落。他大口喘着粗气，瞬间变得如同枯槁老人，但他顾不上这些，只要能活下去，一切代价都值得。该死的女鬼，你给我等着！安倍雅之怨毒地看了一眼堂屋，转身朝院墙翻去，只要翻过这道墙，他就能逃出这里。然而手刚触碰到院墙上空，一层暗红色结界突然显现，滋啦，一股反震之力直接将他弹飞回去。安倍雅之重重摔在青石板上，他绝望地看着笼罩院落的血色结界，大脑一片空白。结界，这里居然布下了结界，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只蜘蛛鬼竟然在四周布下了结界。咯咯咯，一阵发寒的娇笑声在身后响起。大侄子，你这替身术倒是挺别致的，可惜进了婶子的院子，没有婶子的同意，一只苍蝇也别想飞出去。安倍雅之僵硬地转过头，他绝望地哭嚎着，但李婶根本不为所动，猛地俯下身子，伴随着令人头皮发麻的声响，安倍雅之彻底没了动静。最后，他被吐出的蛛丝熟练包裹，像战利品一样倒挂在院子的半空中。这一刻，整个樱花国天幕直播间爆发出了一阵阵绝望的哀嚎。不，快跑啊！惩罚要降临了，快订去丑国的机票。八嘎，丑国早就关闭边境了，我们死定了。下一秒，冰冷通告声响彻全球，樱花国天选者安倍雅之确认死亡，死亡原因拜年未带年货，被判定为不懂礼数，沦为红衣厉鬼的口粮。樱花国惩罚降临。2. 火山爆发，伴随10级大地震，全国陆地面积沉没时，怪谈正在上空全面降临。轰隆隆，现实世界中，樱花国瞬间
身被无尽的黑云和火山灰笼罩，沉睡百年的火山发出毁天灭地的咆哮，滚烫的岩浆冲天而起，大地剧烈震颤开裂，无数摩天大楼倒塌，海水倒灌，城市化为一片火海。伴随火山灰降临的，还有烟雾中若隐若现的诡异。樱花国此刻彻底沦为了人间炼狱。而在龙国全球直播间里，数以亿计的网友正开怀大笑，哈哈哈哈！好似开香槟了，我就说吧，还敢抄我们灵神的作业？这作业是你们能抄的吗？灵神那是去修床腿，雅芝这是去当腊肉，这就是世界的参差，还是咱们灵神牛逼？现在估计还在盘丝洞里快活呢。这铺天盖地的嘲讽狠狠抽在樱花国网民的脸上。而此时，龙国副本村东头李婶家的卧室里，我坐在那张快要散架的木床上，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浊气，脸上满是舒爽与惬意。爽！我握了握拳头，感受着体内澎湃如海的精纯气息。这一波直接增加了15年的道行，加上之前的20年，我现在的总道行已经达到了35年。我满意地点点头，但并没有满足，35年还是不够。如果能达到100年道行，金光罡气就能真正发挥出威力。我收回思绪，看向床榻，只见李思思此刻变得极其暗淡，呈现出半透明的状态，仿佛随时会消散。呜呜！李思思发出微弱的抽泣声。她修炼了500年，好不容易才修成红衣级别的蜘蛛精，你到底是不是人啊？我闻言忍不住笑了。天理，你刚才要吃我的时候怎么不讲天理？李思思语塞，她想哭，自己几百年的修为，竟在一朝一夕之间全给别人做了嫁衣。看着她那副怨毒交加的眼神，我满不在乎的冷哼一声，我可是尝到了甜头，以后若是多收服几只，道行岂不是蹭蹭往上涨？想到这里，我抬起右手，滋啦，一道刺目的蓝白色雷霆瞬间在掌心中跳跃起来，狂暴的雷属性真气将昏暗的卧室映照得如同白昼，那股至刚至阳的毁灭气息，瞬间让虚弱到极点的李思思感受到了灵魂深处的战栗。李思思瞪大了眼睛，她丝毫不怀疑我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劈死她，她不想死。李思思用尽力气疯狂点头，我满意的收起了雷法，算你识相。我手腕一翻，系统空间里的诡异卡组瞬间启动，一张散发着幽暗紫光的空白卡牌出现在手中，检测到目标诡异已同意臣服，诡异卡组封印启动，一道紫色漩涡瞬间从卡牌涌出，笼罩了虚弱不堪的李思思。嗖的一声，她瞬间被吸入卡牌之中。我拿到眼前端详，卡牌正面浮现出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像，画中的李思思穿着那身素白旗袍，眼角含泪，正楚楚可怜的跪坐在地上，下方显示出她的信息：名称李思思，等级红衣厉鬼，蜘蛛精，状态极度虚弱，正温养恢复中。我满意的将卡牌收入系统空间。至此，在这危机四伏的怪谈副本里，我已经成功收服了2只红衣级别的极品诡异。龙国的直播间，卧槽卧槽卧槽！我看到了什么？尼玛，灵神这是真把规则怪谈当成宝可梦在玩吗？兄弟们，我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我此刻的心情了，只能献上我的膝盖。原来通关怪谈的最高境界，不是逃避规则，而是把 NPC 变成自己的仆从。整个龙国的观众此刻都沉浸在狂欢与自豪之中。就在我刚把卡牌收好，准备离开时，脑海深处的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叮，检测到宿主成功完成大年初一的民俗仪轨，拜年，恭喜达成成就，拜年楷模，成就奖励发放，高级抽奖次数 x1，是否立即抽取？我眼睛一亮，这系统真特么给力，立刻抽奖！我在心中毫不犹豫地下达了指令，意识深处，青铜轮盘轰然旋转，金色指针疯狂跳跃，我屏住呼吸死死盯着。当指针停下时，一道璀璨的紫金色光芒瞬间照亮整个意识空间。叮，恭喜宿主成功抽取 SSS 级雷法进阶版紫霄神雷。功法介绍：紫霄为尊，万雷之源，核心功效：引动9天紫霄神雷，对阴邪之物造成毁灭性打击，魂飞魄散。特殊效果1：破妄，看透诡异本质。特殊效果2：诛邪，对鬼王级及以上诡异造成重创并附加雷灼效果。特殊效果3：雷狱，宿主道行达100年以上可展开紫霄雷狱，诛灭一切敌。是否立刻学习？看着面板上的紫金光芒，我整个人都愣住了。卧槽，紫霄神雷！如果说5雷正法批的是阴邪诡异，那紫霄神雷批的可是结束。系统牛逼大发了，连这种级别的雷法都能抽出来，我心里喜滋滋，直接道立刻学习。叮，恭喜宿主紫霄神雷已自动满级领悟。当我再次睁开双眼，空气中隐隐传出令人心悸的雷鸣，周围残存的阴邪之气瞬间湮灭虚无，太强了！我缓缓抬起右手，心念微动，滋啦，一缕紫金电芒在指尖跳跃，就这一丝所蕴含的毁灭力量，绝对是5雷正法的10倍不止。这还只是单体攻击的威力。我回想起紫霄雷狱的介绍，我现在经过吸收2只红衣女鬼的修为，总道行已达35年，只要达到了100年境界，展开雷狱，来多少只鬼王绝对都是瞬间秒杀的下场。我已经迫不及待等到今晚了，双重吸收的速度会不会比单吸要更快一点？想到这里，我嘴角勾起一抹和善的微笑。总之，现在先去完成今天的拜年才是正事。我整理了一下衣服，准备去下一家，但刚迈出2步便脚步一顿。这李思思好歹也是个修炼了500年的红衣大妖，在这村里盘踞了这么多年，能没点油水？我立刻在脑海中沟通系统空间里的卡牌。思思，卡牌空间内正在闭目温养的李思思浑身一颤，连忙恭恭敬敬的回应：你在这村里混了这么多年，应该攒了不少家底吧？我带着理混了这么多年，应该攒了不少家底吧？我带着理直气壮的土匪气息，既然你现在都是我的人了，那你的东西自然也就是我的东西了。你家里有什么值钱的物件，都藏哪了？被打上灵魂烙印的李思思，此刻满脑子都是怎么讨好我。奴家这些年确实积攒了一些家当。您走到拔步床的左边，床脚下有一块颜色稍深的青砖，您把那块青砖抠出来，下面有一个暗格，奴家所有珍贵的东西都压在那个暗格里了。我眼睛一亮，
立刻走到床角，掀开青砖，从暗格里掏出一个红布包，打开一看，整整1200块鬼币。卧槽，小富婆啊！我嘿嘿一笑，这绝对是一笔巨款了。龙国直播间里的观众们全看傻了眼。卧槽，灵神这搜刮的动作也太熟练了吧！一下子就找到了寡妇的私房钱藏码。我滴个乖乖，1200多鬼币。副本内，我美滋滋的攥着钱，继续在暗格里摸索。很快，我的手触碰到了一件长条形的硬物，拿出来一看，居然是一把缠绕着浓郁阴邪之气的木剑。这是桃木剑。我眉头微皱，桃木本是至阳之物，怎么会被污染成这副模样？我再次沟通了李思思，这把黑色的木剑是怎么回事？李思思赶紧解释道：回主人，这本是一把上了年份的雷击桃木剑，奴家觉得这件材质不错，就留了下来。只不过奴家是阴寒之体，这桃木剑放在暗格里几十年，沾染了奴家的阴气，就慢慢被腐蚀变异成了现在这副阴邪的模样。听完解释，我恍然，忍不住在心里吐槽了一句：不过这把雷击桃木剑的底子很好，如果放在聚宝盆里酝酿一下，说不定会出好东西。我心念一动，直接将鬼币连同桃木剑一股脑的丢进了系统空间的聚宝盆中。而在外界看来，我只是随手一翻，东西就凭空消失了。卧槽卧槽，又消失了，这已经是第3次了吧？灵神到底把东西藏哪了？空间类的法术都会，灵神是真大佬啊！搜刮完了所有的战利品，我心满意足的拎上刚来时送的年货，反正人我都已经收了，年货当然不能浪费，提着去下一家继续用，秉承绝不浪费的优良传统。我提着年货大步走出院子，而此时我并不知道，现实世界的全球网络上已经掀起了一场大地震。随着最后几名外国天选者接连触发死亡规则被诡异抹杀，整个4星级地狱副本中，所有的天选者已全军覆没，除了一人，那就是代表龙国出战的我。无数陷入绝望的外国网民如同潮水般涌入了唯一还亮着的龙国直播间。当他们看到屏幕画面中穿着卫衣、双手插兜、拎着一袋年货在村落里溜达的我时，全都嫉妒不已。Oh my god， 为什么他看起来像是在度假？法克尔全都嫉妒不已。Oh my god， 为什么他看起来像是在度假？法克尔，我们国家的特种兵被那些怪物无情抹杀，他居然这么悠闲。八嘎，他绝对是开挂了，这不公平！上帝啊，龙国到底抽中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国家水深火热，而龙国观众却看得津津有味。接下来的整整一天，我提着年货挨家挨户去给诡异亲戚们拜年。村西头的屠户王叔想逼我吃下诡异肉馅的包子，结果我直接一发金光罡气护体，反手一巴掌把他扇飞在案板上，顺便用五雷正法把他的刀具全部融成铁水。王叔啊，大过年的怎么还动刀动枪的？这多不吉利！我笑眯眯收走他摊位上的所有鬼币，全当压岁钱了。村南头的张大妈企图用幻术骗我上房梁，最后却含着泪倒贴500鬼币才把我送走。整个白天，我所到之处寸草不生，诡异亲戚统统被物理降服。林家的4合院内气氛压抑，每个鬼亲戚脸上都写满战战兢兢。砰！大门被猛地推开，二婶连滚带爬冲了进来。爹妈，不好了，出大事了！怎么了？快说！那小畜生是不是栽在王屠户家了？爷爷猛地站起来，不是。二婶牙齿打着颤，那小王八蛋没死，死的是村里的亲戚啊！什么？奶奶手里的茶杯摔得粉碎，二婶哭丧着脸瘫坐在地。我刚才去村里打探了一圈，王屠户的摊子被砸了，现在正跪在地上怀疑鬼生呢。张大妈都被那小子给伤了，李寡妇更是连人都没了。那小畜生根本不是去拜年的，他那是去抄家的。听到汇报，爷爷和奶奶双腿瞬间软了，这哪是去孝敬长辈，简直是把亲戚们都笑没了！造孽造孽啊！咱们老林家怎么招来了这么多活阎王？连村里那些凶狠的亲戚都被我当狗打，他们这2个老家伙，等我回来还不得被彻底清算？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啊？等那煞星回来，咱们一家子不得全完蛋！二婶发抖问道。爷爷深吸了一口气，强装冷静，别慌，一会儿他还要去村长家拜年。村长可是咱们村里唯一的鬼王，是这方圆100里最强的存在。村长最重规矩，只要这小畜生敢在村长家里撒野，村长一定会亲手把他彻底抹杀。咱们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村长了。而这一路上，龙国直播间里欢声笑语不断，哈哈哈哈！神特么大孝子哇，这拜年方式真是绝了！爷爷奶奶，早知道我就不让他回来了。这下好了，请了个活爹回来，别人在求生，灵神在搞怪谈村落扫黑除恶，太逗了！前面高能预警，灵神好像到了最后一家了。傍晚时分，昏黄的夕阳将村落染上一层暗红色。我双手插兜，提着那袋烂苹果，停在一座气派却透着阴森的深宅大层暗红色。我双手插兜，提着那袋烂苹果，停在一座气派却透着阴森的深宅大院门前。朱红色的大门上布满斑驳暗痕，门口矗立的2尊石狮子，眼睛居然是真实的眼球，此刻正滴溜溜转动着，死死盯着我。我站在台阶下，毫无畏惧。鬼王吗？呵呵，希望你家里有点值钱的东西。我微微一笑，大步走上台阶，敲响大门。直播间里，无数观众心提到了嗓子眼。卧槽，这村长家也太他妈阴间了吧！那石狮子的眼珠子刚才是不是转了一下？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可是最终 BOSS， 绝对是一尊鬼王级别的存在。灵神千万要小心啊！这可不是前面那些阿猫阿狗能比的。物理降服虽然爽，但对上鬼王，不知道灵神顶不顶得住啊！与此同时，外国网友疯狂宣泄着恶意。法克尔，这个龙国人嚣张到头了，他绝对会被这只怪物抹杀。八嘎，让他也尝尝被诡异残忍抹杀的滋味吧。龙国观众毫不客气地对了回去。洋垃圾们就别酸了，你们的天选者都团灭了，还有脸在这叫唤？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我们灵神是怎么单刷鬼王的。副本内，砰砰砰，村长爷爷在家吗？晚辈灵远给您老人家拜年来了。我声音洪亮，没有半分害怕。很快，沉重的大门发出牙酸的摩擦声，缓缓敞开，一股浓郁的阴冷气息扑面而来。门后站着一个身材矮小、佝偻着背的老头，穿着暗红寿衣，拄着龙头拐杖，布满老人般的脸上挤出和善的笑容。哟，是老林家的大孙子，快进来，外面风大。就在这老头出现的瞬间，我眼底深处
一丝紫金色的电芒悄然闪过，果然是只鬼王。我心中冷笑，这老家伙的实力比之前的红衣诡异还要强出几倍。但我面不改色，只要对方没率先撕破脸皮违反规则，我自然不好直接伸手打笑脸鬼。4星地狱副本的一点，能不触发还是不触发的好。哎呀，村长爷爷，大年初一的还劳烦您亲自来开门，真是折杀晚辈了。我瞬间影帝附体，脸上堆满过年走亲戚特有的虚伪笑容，提着烂苹果和发霉年货大步跨进门槛，一点心意，祝村长爷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村长看着我手里的东西，眼角微抽，妖兽的玩意，大过年的就给我送一堆破烂，但他笑容却愈发灿烂了。毕竟送礼了，大过年的都得受着。呵呵呵，大孙子真是有心了。来来来，进屋坐，陪爷爷喝口茶。一老一少个怀鬼胎走进堂屋，村长招呼我在太师椅坐下，亲自倒了杯暗红的茶水。大孙子啊，你今天在村里走动，可真是好大的威风啊！他端起茶杯轻吹拂墨，语气慢条斯理，却暗藏杀机。听说村西头的王屠户现在还跪在肉摊子前找牙呢，你这大年初一的拜年方式，可是把咱们村里闹得一塌糊涂啊！村长眼睛微眯，死死盯着我，试图找出一丝破绽，我却猛地一拍大腿，满脸痛心疾首。哎呦，村长爷爷，您可真是误会我了。我一脸委屈的说道，我可是咱们10里8乡出了名的老实人啊。王叔那是自己切肉的时候不小心滑倒了，摔碎了牙，我好心好意去扶他，他非要给我磕头道谢，拦都拦不住。至于李婶，那是因为他家的床本来就坏了，我这是帮他免费修理呢。我说的大义凛然，仿佛真是个不留名的活雷锋。您说我这一片赤诚的孝心，怎么就成闹事了呢？村长端茶的手剧烈抖了一下，他活了这么多年，像我这么厚颜无耻、睁眼说瞎话的还真是头一回见。他强压下想把我一口吞下的冲动。规则怪谈里，只要我没明面违规，他就不能直接动手。于是干瘪的老脸再次挤出笑容，呵呵呵，原来是这样啊！看来大孙子确实是个热心肠的好孩子。村长放下茶杯，从袖口掏出厚厚一沓红包，重重拍在桌子上。既然你这么懂事，那爷爷自然也不能小气。大年初一的，爷爷给你准备了几个大红包。他随手拆开最上面的一个，里面赫然是2张面值1000的崭新鬼币，整整2000鬼币。而桌子上这样的红包足足有几十个。直播间里瞬间响起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卧槽，这老头也太他妈有钱了吧！一个红包2000，这桌子上起码有5、6万鬼币啊！事出反常必有妖，这老家伙绝对没安好心，灵神千万别上当啊！而此时的村长心中正发出阵阵冷笑，贪婪的人类小子，看到这么多钱，你还能忍得住吗？只要我敢跪下磕头，接下这压岁钱，他的规则就会立刻生效。到那时，只要我磕一个头，就会被直接摄取心魂，落入他的掌控之中。想到这里，村长脸上的笑容越发慈祥了。来，大孙子，只要你乖乖给爷爷磕个头，喊一声爷爷过年好，这桌子上的压岁钱就全都是你的了。你磕一个，爷爷就给你一个。我的目光在那些鬼币上扫过，虽然一眼就看穿了上面缠绕的阴冷咒印，但我仍旧是一脸欲迎还拒的模样。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啊！我搓了搓手，脸上故意露出些许贪婪。不过，既然是村长爷爷的一片心意，那晚辈要是拒绝，就显得太不懂事了。听到这话，村长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花。好乖孙，快跪下吧，爷爷给你大红包。我笑呵呵地走到村长面前，双腿微微一弯。看到这一幕，村长眼底的恶毒几乎要溢出来了。快跪下！就在我的膝盖即将触碰到地面的时候，我突然停住了，那弯曲的双腿竟然又缓缓地站直了。村长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大侄子，你这是？我有些无奈地挠了挠头，看向村长道：这头我可以磕，但我怕你这副老骨头受不起啊！我的声音突然变得冰冷起来。村长瞬间瞪大双眼，什么？话音刚落，轰隆！惊天雷鸣从9天之上轰然炸下，刹那间，璀璨夺目的紫金雷霆撕裂天空，带着毁天灭地的恐怖威压，直奔堂屋。村长猛地抬头，源自灵魂深处的战力感瞬间席卷全身。这是紫霄神雷？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那是传说中的至高雷法，你一个20岁的人类怎么可能？轰！话还没说完，紫霄神雷已经劈开屋顶，狠狠地砸在他身上。刺目的紫金电芒疯狂肆虐，紫霄神雷，万雷之源，这可不是普通的5雷正法，而是真正的天道杀伐之术。雷光散去，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村长已被劈得焦黑，佝偻的身体如同破布麻袋般重重撞在墙壁上。这不可能！村长趴在地上，气息萎靡，眼中充满极致的恐惧。这一幕让龙国直播间里的观众全都看傻了。短暂的死寂后，弹幕疯狂滚动。卧槽！这特么是什么雷？紫金色的闪电，我眼花了吗？这比之前的雷法强了不止一个档次，就一击直接把鬼王劈飞了！哈哈哈！什么狗屁鬼王，在天威面前连个屁都不是。外国网友此刻也吓得头皮发麻，疯狂敲打问号。Oh my god， 这不科学！他怎么连这种毁天灭地的雷霆都能操纵？法克尔，这不可能！鬼王怎么会被劈成那样？那可是鬼王啊！副本内，我慢条斯理地掸了掸衣服上的灰尘，居高临下地看着跪趴在地上的鬼王。哎呦，村长爷爷，您这可使不得！您是长辈，怎么能给晚辈下跪呢？快请起！村长，我特么不是你劈跪下的吗？他只能咬着牙，强撑着想要站起来，然而刚起身，扑通又跪了下去。他的双腿已经彻底废了。我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哎呀，村长爷爷，您这是干嘛？大过年的，您这么客气，晚辈可受不起啊！就在这时，呱一声蛙鸣传出，村长的身体扭曲膨胀，短短几秒，彻底变成了一只体型巨大的蟾蜍。千年赤金蟾，这便是鬼王本体，足有牛犊大小，通体暗红，3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透着无尽怨毒。小畜生！赤金蟾张开大口，
发出沙哑的人声：“你毁了我的道行，我今天跟你拼了！”我只是冷哼一声，金光罡气，嗡，一圈犹如实质的金色罡气瞬间在周身凝聚。还没等他有下一步动作，我放入系统空间的 SSS 级神话物品聚宝盆，入系统空间的 SSS 级神话物品聚宝盆突然发出一阵渴望的嗡鸣，系统提示音适时响起。叮，检测到罕见的千年赤金蝉，本体金蝉乃招财瑞兽，虽已被怪谈世界的阴毒之气深度污染，但聚宝盆拥有净化万物之能。若宿主能将此金蝉活捉并投入聚宝盆中，可强行洗去其阴毒怨气，将其炼化为专属气兽。三足招财金蝉拥有气兽后，聚宝盆增加以下效果：效率提升100。2. 金蝉吐宝，每日可主动催动金蝉吐出一件随机道具，最低 C 级，极小概率 SSS 级。3. 更容易发现隐藏宝物是否收服并转化为气兽。我看着面板提示，眼睛瞬间亮了。卧槽，还有这种好事！聚宝盆居然还能进化，一旦拥有气兽，效率翻倍，还能每天吐宝。这只千年赤金蝉，我今天势在必得。我目光灼灼地盯向瘫倒的赤金蝉，那直勾勾的贪婪目光，看得他没来由的一阵心惊肉跳。小畜生，你这么看着老夫干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我闻言，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搓着手一步步逼近。我想要您这个大宝贝啊！此言一出，不仅是赤金蝉愣住了，龙国直播间的观众也瞬间集体石化。副本内，千年血金蝉反应了过来，狰狞的蛙脸上浮现出难以名状的屈辱。你这不知廉耻的人类，被逼入绝境的血金蝉爆发出最后的回光返照，他猛地张开巨口，一股浓郁的腥臭毒物喷涌而出，企图与我同归于尽。然而我连躲都没躲，只是不屑地冷笑一声：老东西，还敢在我面前张狂！我抬起右手，掌心之中五雷阵法滋滋作响，滋啦，一道狂暴的雷霆从我手中轰然射出，精准无误地劈在血金蝉身上。嗷呜！血金蝉凄厉惨叫，毒物瞬间被雷霆高温蒸发殆尽。他本就重伤垂死，哪里还承受得住这只刚至阳的五雷阵法？庞大的身躯重重砸在地上，冒着黑烟，彻底动弹不得。他只能瞪着眼睛，眼睁睁看着我一步步走到面前。我伸出右手按在他身上，在脑海中低喝：聚宝盆收。下一秒，一股庞大的吸力顺着我的手臂笼罩他全身。呱！血金蝉连最后一声惨叫都没发出，身躯便化作金光，直接被吸入我体内。叮，成功捕获千年血金蝉。聚宝盆正在强行洗去其怨气，转化为专属气兽。当前进化进度2、3。看着脑海中的进度条，我满意的点头，搞定了。我转过身，目光落在堂屋的八仙桌上，那里还整整齐齐码放着几十个厚厚的红包。我走上前拆开几个，里面全都是面值1000的鬼币的红包。我走上前拆开几个，里面全都是面值1000的鬼币。粗略一算，起码有5、6万。村长爷爷还真是客气，大过年的给我包这么大的红包，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大手一挥，将红包一股脑扫进聚宝盆。聚宝盆有净化功能，鬼币上附带的诅咒转一圈就会洗净。龙国直播间里看到我不仅没对蛤蟆做诡异举动，反而一顿操作把它收了，还顺手摊了桌上的巨款。观众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满屏膜拜，666666，灵神这波反转绝了，太爽了！不仅单刷了鬼王，还白嫖了5、6万鬼币。灵神，大过年的，来都来了，不把鬼王家抄干净怎么好意思走？哈哈哈！外国那些洋鬼子估计现在正忙着躲火山躲地震呢，哪有空看直播？就在我美滋滋盘算着这笔横财，准备去后院继续搜刮时，一道冰冷的系统通告声突然在全球直播间内响起：警告！警告！怪谈副本发生重大异变，检测到该副本核心鬼王 BOSS 千年血金蝉已消失，副本规则逻辑链断裂，当前副本危险程度已降至3星。经怪谈世界意志判定，龙国天选者灵远已顺利通过4星副本。春节怪谈正准备去后院继续抄家的我，瞬间愣在原地啊！这就通关了？我茫然地挠了挠头，看着空荡荡的堂屋，不是说春节副本要过好几天吗？这大年初一还没过完呢，我二舅家还没去，三姑奶奶家也没拜访，就这么结束了？拜托，我还没孝敬够呢！我满脸遗憾，村里那么多诡异亲戚可都是白花花的鬼币，就这么通关了？我去哪找这么好的薅羊毛圣地？通告声继续在全球天幕回荡，龙国天选者完美通关4星地狱级副本，奖励下发。奖励：龙国全境各类自然资源储量增加20。奖励2：龙国现有国土面积向外扩张20，新增领土均为沃土。特殊奖励：该副本将化为奖励型资源副本，副本入口即将降临龙国江海市，龙国人员可定期进入刷取资源。下一次全球民俗怪谈副本将于3天后开启，请各国做好准备。轰！随着奖励下发，整个龙国彻底沸腾了。现实世界中，干涸的河流涌出清泉，边境凭空出现大片肥沃土地。龙国直播间无数人喜极而泣，呜呜，活下来了！我们龙国终于活下来了！国土增加，资源增加，曾经连败8次，文化断层让我们濒临灭国，是灵神拯救了我们。谁能想到，这个最开始被所有人不看好的小伙子，竟然成了我们龙国的救世主。虽然这些奖励还远远不足以让我们恢复到巅峰期，但这已经足够让我们在这个诡异世界里站稳脚跟了。外国幸存者让我们恢复到巅峰期，但这已经足够让我们在这个诡异世界里站稳脚跟了。外国幸存者们看着天幕上的丰厚奖励，一个个极度的发狂。法克，这不公平！为什么龙国能得到这么多好处？西巴，我要抗议！龙国天选者作弊，怪谈世界应该剥夺他们的奖励。江海市居然还出
出现了奖励副本入口，那岂不是意味着龙国可以源源不断的获取怪谈世界的资源了？龙国最高指挥部总指挥陈建国看着数据暴涨的报告，老眼蓄满泪水。好小子，好小子啊！他声音哽咽，透着无比的自豪。我们本以为他是去送死的，本以为我们这次在劫难逃了，可偏偏就是这个最不被我们看好的年轻人，成了我们龙国最后的脊梁啊！一旁的智囊团首席秦松也满脸震撼，推了推金丝眼镜道：总指挥林远展现出来的实力，绝对不是普通的幸运或者聪明能解释的。他昨晚徒手搓出的五雷阵法，以及刚才那道毁天灭地的紫霄神雷，虽然我们龙国经历了文化断层，很多古籍都已流失，但关于那些古老的呼风唤雨的超凡力量，我们在一些残存的古籍中还是留有一些记载的。他刚才使用的那种召唤雷霆的力量，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正是古籍中记载的雷法。高层们倒吸一口凉气，难怪他能在诡异世界里闲庭信步，原来是专业对口。陈建国神色凝重，转身下达了最高级别的指令：老秦，这等身怀绝技的奇人异士，对我们龙国来说简直是国宝中的国宝。现在春节副本已经转化为奖励副本，降临在江海市，林远很快就会被传送回现实世界。立刻联系江海市特勤部，让他们派出最精锐、最可靠的人员，务必在第一时间接触到林远。记住，姿态必须放得极低，必须非常友好，绝不能让他产生任何反感。秦松补充道：总指挥，像林远这样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又是刚从怪谈世界那枯燥压抑的环境里出来，我建议江海市特勤部派去接触的代表，最好是位心思细腻、容貌绝佳的女性。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虽然她可能并不会区别对待，但总归会好说话一些。陈建国点了点头，好，就按你说的办，让江海市特勤部那个号称冰山之花的部长亲自带队去接人。与此同时，怪谈世界中，我只觉得眼前一道白光闪过，强烈的失重感瞬间袭来。当再次睁开眼睛时，熟悉的汽车鸣笛声与略带尾气味道的新鲜空气瞬间涌入了感官。我发现自己正站在一条繁华的现代街道旁，身后的广场上凭空矗立着一扇高达10几米的暗红色青铜大门，正散发着淡淡的诡异气息。这显然就是通告中所说的降临在江海市的奖励副本入口。这就回来了，回来了！我看着周围目瞪口呆的人们，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微笑。不过这次的收获还真是出乎意料的丰厚啊！不仅获得了35年的道行，掌握了紫霄神雷和金光罡气，系统空间里还躺着正在进化的聚宝盆、100级金胶锏，外加5、6万的鬼币启动资金，更别提卡族里还藏着2个极品红衣女鬼。卧槽，是青铜门奖励副本的入口真的降临在我们江海市了！等等，你们快看门边突然出现的那个年轻人，那卫衣，那个双手插兜的姿势，那特么不是灵神吗？刹那间，周围所有人都沸腾了。灵神是活的灵神，他通关了，把4星地狱级副本打穿了，回到了我们江海市。人群疯了一样朝着这边围拢过来。灵神，谢谢你救了我们龙国，仿佛会传染一般，周围的人群齐刷刷跪倒了一大片，所有人眼中都闪烁着狂热的光芒。看着这乌泱泱的人群，我嘴角忍不住抽搐了2下。哎，要是我现在已经修炼到了能御空飞行的境界就好了。我心中暗叹一声，直接脚底抹油多潇洒。可惜目前还不会。面对这群狂热粉丝，我只能无奈的把手从裤兜里抽出来，清了清嗓子。嗨嗨，大家快起来，别跪了，现在是新社会，不兴这一套了。我就是个普通人，真的，大家该干嘛干嘛去。这话一出，周围瞬间安静了1秒，所有人一脸无语。在副本刚开始的时候，全国几亿观众差点就被我这副人畜无害的外表给骗了。灵神，您就别谦虚了，您手撕诡异的英姿我们都看到了。就在我琢磨着要不要搓个小雷霆脱身时，一阵急促的警笛声突然呼啸而来，一排通体漆黑的防弹越野车蛮横的撕开拥挤车流，伴随刹车声，车队在广场边缘一个漂亮摆尾，摆成了半弧形，将我护在中央。周围群众看到后，顿时鸦雀无声向后退去。车门打开，一位五官精致冷艳、英姿飒爽的美女走了下来。她迈开长腿穿过人群，径直走到我面前站定，啪的一声敬了一个标准且庄重的军礼。江海市特勤部部长楚清离，奉龙国最高指挥部之命，代表14亿龙国人民，欢迎您凯旋归来。看着眼前的绝色美女，我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暗暗干咳了一声。看来刚才我觉得对人类女人不感兴趣，完全是个错觉。不是人类女人吸引不了我，而是她们不够优秀啊。不过面上我依旧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淡淡地点了点头，客气了，我就是个普通人，不用这么大阵仗。楚清离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但极强的心理素质让他很快调整好表情。谦虚了，楚清离正色道，您在副本里的表现，我们全程都在关注您对龙国的贡献无可估量，国家派我来迎接您是应该的。说着，他转过身对围观群众挥了挥手，特勤部执行公务，请各位群众配合，有序离开。等人群散去，楚清离重新转向我，语气恭敬地发出邀请。最高指挥部的陈总指挥和秦首席非常期盼能与您见一面，不知林先生现在是否方便移步我们江海市特勤指挥部一叙？开什么玩笑，昨晚在副本里扇了一宿大逼斗，早上又和寡妇蜘蛛精激烈厮杀，刚才还手撕了鬼王，我现在的精神疲惫是实打实的，谁有闲工夫去开会？去指挥部就算了吧。我摆了摆手，适时露出一抹疲惫之色，那地方太远了，我这刚从副本出来，身心俱疲，现在只想赶紧回家躺在床上好好睡一觉。楚清离清冷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心疼，是我考虑不周了，林先生为国尽忠，确实应该好好休息。他翻看了一下手中的加密平板，轻声问道，资料上显示林先生在进入怪谈世界之前一直租住在城中村的幸福小区13栋，您现在是打算回那里吗？我坦然点头，是啊，怎么，楚部长要亲自送我回去吗？我指了指周围，要是让我自己去挤公交地铁，我估计今天天黑都走不出这个广场。楚清离赶紧
紧站直了身子，连声说道：“护送您安全抵达是我们的职责，当然可以送您。不过……”楚清离美眸中透着一丝试探，那个城中村的环境实在太过嘈杂，安保条件也极差，恐怕不利于您的休息与清修。为了感谢您的卓越贡献，在江海市的云顶山庄为您准备了一套最高规格的独栋别墅。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做主，直接送您去云顶山庄入住，那里的环境会舒服很多。我一听，眼睛顿时亮了，我答应的异常痛快。那就麻烦楚部长了，我那破屋里也没啥重要物品要带的，咱们直接去别墅吧。见我如此随和，楚清离心中一喜，连忙拉开了车门。林先生，请上车。在无数群众敬畏与羡慕的目光中，我钻进特勤专车，车门关闭，车队如同一阵黑色的旋风驶离了喧闹的广场。防弹特勤车内宽敞奢华，隔音极好。楚清离坐在我的对面，修长的美腿微微交叠，即使在宽敞的车厢里也格外吸睛。车队平稳行驶着，楚清离亲自倒了一杯温度刚好的茶水，双手捧着递了过来。林先生，请用茶。递茶间，他有意无意地开启了话题。林先生，您的资料我们在档案库里查阅过好几遍了，可谓是非常的干净。上面显示您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大学读的是普通的汉语言文学，毕业后一直在做普通的文员工作。楚清离清冷的眼眸紧盯着我的眼睛，试图捕捉情绪的波动。不知您这一身惊天动地的雷法，以及对东方历史的渊博认知，究竟是传承自哪一脉的隐士宗门呢？面对冰山美人的试探，我端起茶杯轻抿一口，神色毫无破绽。楚部长，你们的档案没写错，我确实就是个普通的打工人。我放下茶杯，开始信口胡诌。至于这身本事嘛，大概是几年前吧，我在天桥底下遇到个摆摊的，他说我骨骼惊奇，是万中无一的修道奇才，非要拉着我传授我什么绝世秘籍。我当时以为他是骗子，就随便塞了他10块钱，买了2本破书，平时闲着没事就当小说看了看。谁知道在怪谈世界里还真特么管用，随便照着比划2下，居然真能搓出闪电来。你们说这事儿神奇不神奇？楚清离，她绝美的脸庞僵硬了足足3秒钟，但她是个聪明的女人，立刻意识到我不想透露底细，识趣的不再追问。林先生真是福缘深厚，随便一遇便是天大的机缘。她干巴巴的恭维了一句，转移了话题。而此时我的心思早不在聊天上，意识已悄然沉入系统空间。叮，恭喜宿主 SSS 级神话物品聚宝盆气兽转化已完成，千年血金蝉已成功进化，转化为聚宝盆专属气兽，3足招财金蝉，当前聚宝盆状态已激活气兽形态。我心中一喜，只见古朴的青铜聚宝盆泛着淡金光晕，边缘蹲着一只拳头大的3足金蝉，嘴衔骨前，透着浓浓财气，目光在转，盆内的雷击桃木剑也彻底褪去阴邪污染，剑身暗红，流转着金色雷纹。叮，道具雷击桃木剑已进化完毕，正在进行点石成金的酝养，有80%的概率达成道具品质升级，预计剩余时间1小时。等酝养完毕，手里又添一件趁手法器，我又看向盆里的鬼币，从村里抄来的近8万鬼币整齐码放，盆底冒出的金色光点正源源不断融入其中。我粗略估算，按金蝉100，效率加成，本金每隔几分钟就能产出奖励，一天下来就是上万。大约半小时后，车队停在江海市云顶山庄的一座半山别墅前。嚯，倒是挺气派的。我走下车，打量着这座自带花园、泳池和车库的3层别墅，依山傍水，灵气充沛，绝对是个清修的绝佳宝地。林先生，以后这里就是您的私人住宅了。楚清离恭敬地递上钥匙和门禁卡，又掏出一部特制黑色手机，双手递给我，神色郑重。林先生，这是保密通讯器，这部手机不受任何信号干扰，即使在一些特殊的磁场环境中也能保持畅通。里面已经存了我的私人号码以及陈总指挥的专线，您有任何需求，或者是想吃什么用什么，随时都可以用这部手机联络我。我们江海市特勤部全体人员24小时为您待命，随叫随到。我接过特制手机把玩了一下，随时联络，随叫随到。我把手机揣进兜，摸了摸鼻子，嗨，那个，我现在确实有个小小的需求。楚清离立刻站直身子，神情严肃。林先生请讲，我想问问这边能不能提供鬼币兑换。听到鬼币2字，楚清离清冷的眼眸瞬间亮了。林先生，您手里有盈余的鬼币想要兑换？他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在这世界，鬼币是比黄金珍贵100倍的硬通货，对于刚拥有副本入口的龙国来说，更是极度稀缺的战略资源。您想兑换多少呢？楚清离深吸一口气，这边绝对给您最顶格的待遇，我们以市场价的2倍给您兑换。我暗自盘算，聚宝盆里的钱现在是下金蛋的母鸡，但我现实的银行卡比脸都干净，确实需要点俗世钱财，先兑换1万鬼币吧。我随口说道。1万。楚清离倒吸了一口凉气，普通天选者拼死拼活能攒几10块就算高玩，我这一开口就是1万，没问题。楚清离生怕我反悔，连连点头。按照国家给出的内部汇率的2倍，1鬼币可以兑换2万龙国币，1万鬼币也就是2亿。嗡，不到1分钟，就手机收到一条到账短信。看着那一长串铃，我嘴角勾起灿烂的笑容。昨天全部家当才23块5，现在我也算一招翻身，跻身亿万富翁了。云顶山庄半山1号别墅，楚清离在转完账后便十分识趣的敬礼告辞了。林先生，您先好好休息，我就不打扰了。有任何吩咐，随时用专线联系我。送走这位冰山美人后，我伸了个大大的懒腰，转身走进这栋属于我的超级豪宅。落地窗外是无边泳池和繁华夜景，不过我没有急着享受，而是谨慎的在别墅各个死角转了一圈，确认没有窃听器之类的东西后，才满意的走进主卧。3米宽的真皮大床看着就让人想打滚，环境不错，是个适合闭关修行的好地方。我嘴角微勾，手腕一翻，一张散发着幽暗紫光的神秘卡牌出现在掌心。
心。出来吧，赤霄！流光闪过，身穿暗红旗袍的绝色女灵凭空出现在地毯上。经过卡牌空间一天的温养，赤霄原本暗淡的魂体此刻已彻底恢复凝实。赤霄看清周围环境，美眸中顿时充满震惊。这里是现实世界，我们从秘境村落出来了。我坐在床边，笑着揉了揉她的秀发。是啊，你家主人已经把春节副本出来了。我坐在床边，笑着揉了揉她的秀发。是啊，你家主人已经把春节副本打穿了。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新家了。赤霄愣了好一会儿才消化这个事实。作为秘境世界的原住民，他做梦都想不到能来到现实世界，而这一切都是我带来的。他看向我的眼神里不由得多了几分崇拜与迷恋，但很快他幽怨地白了我一眼。您在副本里去拜年的时候，是不是把李思思那个蜘蛛精也给收进卡牌里了？同为卡牌灵体，他隐约能感知到另一张卡牌的存在。我闻言眉头一挑，毫不避讳的点头。怎么，你想见见他，跟他打个招呼？赤霄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才不要，赤霄才不想见那个老女人呢。看着这红衣灵体争风吃醋的模样，我忍不住乐了。1日过后，我神清气爽地靠在床头，吐出一口浊气，感受着体内暴涨的真气。我满意的握了握拳。47年道行了，距离100年道行开启紫霄雷域的目标又近了一大步。这次吸取的道行还多了2年。看来灵体卡组果然能让封印其中的灵体快速变强，不愧是 SSS 级道具。我一挥手，耗尽灵力的赤霄化作紫光回到卡牌里。就在这时，脑海中突然传来清脆的系统提示音：叮，恭喜宿主聚宝盆内的雷击桃木剑已点石成金酝养完成，成功进化为 S 级法器九霄辟邪木剑。听到提示，我猛地坐起身，眼中爆发出惊喜的光芒。桃木剑居然直接进化成了 S 级道具。正想着，楚清离的专线电话打来汇报。听完我的下一步安排，电话那头的他明显愣了一下。您要去蓝城？他的声音里透着震惊。别人躲那些秘境区域都来不及，我居然主动要求去溜达。林先生，蓝城的清明秘境非常危险，已经被评定为3星级禁区，我们折损了很多人手在里面。危险？那就对了。我轻笑一声，3星级而已，我连4星副本都不怕，3星怕什么？正好最近手痒，想要去给蓝城的邪祟们松松土。静静笑道。听到这番狂言，楚清离深知我的实力，不再劝阻。我明白了，林先生高义，主动为国排忧解难，我代表特勤部感谢您。我马上为您安排最精锐的干员作为向导，半小时后到云顶山庄接您。挂断电话，我满意的伸了个懒腰，洗漱一番，换上休闲装。做完这一切，我双手插兜走出大门。皮衣美女看到我的身影，桃花美眸闪过一丝亮光，立刻加快脚步迎了上来。林先生您好。他在面前站定，啪的一声进了个标准的军礼，紧身皮衣勾勒出一道惊心动魄的曲线。特勤部特别行动组红狐，奉部长之命担任您此次蓝城之行的向导兼司机。红狐这代号倒是挺配。红狐干员是吧？辛苦你了。我点了点头，露出和善的微笑。不辛苦，能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红狐连忙摆手，美眸里闪烁着崇拜与好奇。那咱们现在就出发，您还有没有东西需要收拾一下？蓝城现在已经被3星级怪谈彻底封锁，里面的环境非常恶劣，补给全无。我回头看了一眼别墅，两手一摊，我没什么可收拾的，东西全在身上放着呢。红狐愣了一下，随即便以为我用了袖里乾坤之类的储物法术。好的，林先生，您请上车。他拉开越野车门，我弯腰钻进宽敞的后座，越野车如同黑色的野兽瞬间窜出，沿着盘山公路疾驰而下。车内，红狐一边开车一边透过后视镜偷偷观察我，显然是想到我在4星地狱级副本里手撕红衣，生擒鬼王的彪悍战绩。他忍不住咽了口唾沫。林先生，他主动打破沉默，声音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试探。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我靠在真皮座椅上，闭目养神。问吧，您那一身雷法真的是从地摊上买来的破书里学的吗？你猜。红狐他识趣的没有再追问，转而介绍起自己的情况。林先生，我叫红狐，是特勤部的 A 级特工，我的异能是精神系，可以制造幻境迷惑敌人，也可以感知一定范围内的诡异气息。另外，我在之前一次区域性怪谈任务中，侥幸获得了一件 C 级道具。说着，他单手开车，将腰间通体流转着红色微光的鞭子取下。这是火蛇鞭，可以对低级诡异造成一定的灼烧伤害。红狐有些不好意思的看了我一眼，当然，跟您那件能召唤金蛟的强大道具比起来，这简直就是小孩子过家家的玩具。我接过鞭子掂量了一下，入手温热，确实是件不错的道具。C 级道具也不错了。我将鞭子还给他，随口问道：你们特勤部像你这样有异能的人多吗？不多，全国加起来也就几百个，而且大部分都是在去过诡异降临之地后被污染刺激，偶然觉醒的。像我这种能活着回来还带回道具的，已经算是运气极好的了。说到这，红狐看向我的眼神更加崇拜。像您这种能徒手搓雷，把诡异当儿子打的，对于我们这些天赋者来说，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我被这妹子崇拜的小眼神看得有点不自在。嗨嗨，我就是个懂点传统历史，会点微末道术的普通人而已。雷法这种东西嘛，为手熟耳，多搓几次就习惯了。红狐嘴角微抽，明智的略过了这个凡尔赛的话题。车内陷入安静，越野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大约过了2个小时。林先生，我们快到蓝城了。我睁开眼睛向前望去，只见远处的地平线上，一团浓得化不开的灰色迷雾，正静静地笼罩着大地。